我明明是个鬼，怎么会生下个人？听闻此言，我整个人瞬间如遭雷击。我那么大一个漂亮娘亲呢，这是什么？感受到喉咙的力道越来越紧，我下意识喊娘。可没想到，这声娘竟真的让他松开了手，在窒息的感觉逐渐退去后，我便晕死了过去。而等我被饿醒时，外面的天色已经漆黑，屋内刺眼的幽蓝烛光让我适应了好一会儿才观察起四周。不过我却并没在屋内看到鬼娘亲，但一想起昨晚那恐怖惊醒，让我直到现在都毛骨悚然。然而就在我思考着怎么填饱肚子活下去时，突然发现鬼娘亲竟来到了我的床尾，并且她看我的眼神中竟有一丝复杂。这鬼娘亲没第一时间杀我，显然是留了情，但让她现在给我喂奶，估计是不太可能，而且就算有，我也不敢喝呀。正当我左思右想咋办时，却见这鬼娘亲顺手递过来了一个玉做的奶瓶，奶瓶里面装着的则是血色的不知名液体，我连忙剧烈的挣扎着不肯吸。鬼娘亲看到我的反应之后，眼神瞬间冰冷下来，见此我只能赌一把，这玩意儿喝不死。就在我越喝越起劲时，突然感觉自己好似身于冰窖当中，并且意识也在逐渐昏沉，而站在床边的鬼娘亲就这么默默看着我，浑身由白嫩变为深灰。好在等我再次醒来时，皮肤已经复原，并且耳边还传来两个女子的对话声。我观察了一阵，才发现披上人皮的鬼娘亲正和请来的奶娘交谈甚欢。仔细听去，昨晚有鬼进咱们镇子来了，在胡家古宅那杀了好几个人。听闻此言，我顿时在心中疯狂呐喊，奶娘已有取死之道。而另一旁鬼娘亲听后则故意眉头微蹙，镇子不是刚请了土地爷了吗？怎么还有鬼敢进我们黄梁镇？而在鬼娘亲说这话的时候，我能很清楚地感觉到鬼娘亲正在看着我。宝宝，你说对吧？不用担心，镇长已经去请马老仙了，如此便好。奶娘，你好生照顾我儿。我出去一趟。而来到床边的奶娘见我已经醒来，连忙将我抱起一顿安抚，并带着我在房屋四处溜达。同时我也借此仔细地观察起自己家的院子。我所住的房间是院子右边的卧房，大门正对着的是客厅，但院子左边的房间则是紧锁，不知里面锁着什么。而随着时间很快到了晚上，回了家的鬼娘亲又褪下了外皮，坐在桌前看着书。见我睁眼盯着她再次给我装了一瓶不知名的液体，只是全程她眼中满是冷漠，没说过一句话。随着这样的日子持续了3天，我发现自己的身体正在快速增长，甚至都能走几步路。可就在我第4天醒来时，却听到奶娘说，这次的鬼很凶，连马老仙都没讨到便宜，逼得马老仙今天给土地庙烧香，让土地老爷助他去鬼。而在看到一旁的鬼娘亲很是淡然的听完后，我便明白鬼娘亲的实力绝对很高。且不说她能跟个正常人一样在这黄梁镇生活，光是土地爷和马老仙都发现不了她，就已经说明问题。然而就在我准备继续偷听时，却听见鬼娘说，今天不出去了，在家里陪陪你。听到这话，我顿时感觉自己如坠深渊。在奶娘走后，我急忙闭眼装睡，耳边很快传来了剥皮的声音。害怕的我索性不装了，张嘴就开始哭。但鬼娘亲显然是不会心疼我，很快她就来到了床边，双眼冷漠地注视着，接着她缓缓弯腰将我从床上抱了起来，走进了这房间的地下暗室。她冰冷不带丝毫感情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喝了这么多鬼生液还不肯变成鬼，看来你是铁了心要做人。而在这暗室正中间有着一个流动着血液的血池。见此情形，我死死地抓着鬼娘亲，两眼一瞪，干脆直接晕了过去。不知过了多久，我昏昏沉沉地睁开了眼，恍惚了好一阵，我就看到披着人皮的鬼娘亲从地底走上来。由于害怕她对自己在做什么，我下意识张口喊了一声娘。鬼娘亲听闻身形顿时颤了颤，但并没搭理我。而在这之后，我发觉身体好像异常疲惫，甚至连那鬼生液都没喝，就直接昏睡过去。随后下了一连好几天都是如此，但好在是鬼娘今夜没再让我喝那鬼生液，而是把奶娘喊了过来，让她昼夜陪着。本来对我来说情况是很好的，可还没坚持几天，奶娘就忍不了，因为我长得实在是太快了，短短几天我就跟2、3岁的娃一般大，力气也大到奶娘都快摁不住我的手，而且我的牙齿也不像正常孩童那般慢慢生长，而是全都一起冒出来，咬得奶娘都不敢给我喂奶。等柳娘子回来，看到躺在床上的我，盯了很久，看得我都心里发毛，她才跟奶娘说，不用再喂奶了，给她熬米羹就行了。奶娘本来见到如此怪异的婴儿都不敢再来，但鬼娘亲给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她还是决定留下来再看几天。这段时间我也没闲着，为了能逃走，不断锻炼自己走路，现在已经能够熟练的在草地上奔跑。至于说话也尝试了几次，一些基本的词汇都能说出来，复杂的长句还是断断续续，接下来就是等待一次机会。然而计划始终赶不上变化。这天，鬼娘亲告诉奶娘，由于胡家闹的鬼太凶，所以明天要留下来陪你。听到这句话，我顿时想到了上次被泡在血池的遭遇，那次折腾的我萎靡了3、4天才恢复过来。再不走就成药渣了。等到鬼娘亲告诉奶娘她要出去后，我连忙把奶娘熬的米羹吃得一干二净，然后迅速下床穿好了鞋子，但怕鬼娘亲察觉，我不敢准备干粮之类的东西。不过我知道鬼娘亲的钱财在哪里，揣进怀里后，确定奶娘还在厨房哼着小曲忙活，我没有丝毫犹豫地窜出了那扇从未踏出的大门。一时间甚至觉得空气都更新鲜了。短暂的欣喜过后，我打量起了附近的情形，这个宅子好像是修建在黄梁镇的边缘。我不敢犹豫，直接向西边跑去。不知跑了多久，我竟然跑到了土地庙。这庙宇显然是有些年头了，
且不说那被人踩的中间矮、两边高的门槛，还有那满是黑色油污的灯盏，都在说明着这些。有年头就代表着有实力。我踮着脚往前走了几步，终于看见了神龛布帘遮挡下的土地爷真容。我双膝跪下，土地爷救命！我娘是鬼，她是剥皮画皮鬼，她想害死我。随着话音落下，刚准备磕3个头，一道黑烟从神像里飞出，落在地面，化作一个不过1米高的小老头，造型模样都和神像一模一样。显身的土地爷迈着小短腿，在我面前来回走动。你娘是谁？她叫柳娘，在镇子里边开了一家香烛铺。我说的这么清楚，土地爷肯定知道，不料土地爷却神色肃穆。你这小儿，本神官你才是个彻头彻尾的鬼物，年纪小小竟奔跑如飞，吐字清晰宛如成人，竟敢上门骗老夫。这么浓的血气，整个黄梁扎是找不到比你更好的补品了。送上门的肉，爷爷我岂能放过？最后更是伸出手上的舌头拐抵在了我眉心。看着土地爷那狰狞的面容，我心里一慌，顿时感觉到一股冰冷的气息从他那舌头拐杖上游过来，进入了我的体内。这感觉我太熟悉了，每次鬼娘亲抱着我的时候，总会有这样的冰冷。我下意识往后一仰，跌坐在地上。你到底是神是鬼？土地爷听了，脸上那种狞笑更甚，眨眼间整张脸就变得满是皱纹，舌头长长的垂到了胸口。他含糊不清地问我，哈哈哈，你看我像人还是像鬼？见到这一幕，我吓得疯狂后退，可不管怎么退都离不开这神庙。没过一会儿，神庙变成了闹鬼的胡家古宅。看来眼前这个恶鬼就是那个连马老爷都对付不了的凶鬼。就在我稍一失神的时候，吊死鬼的舌头已经缠住了我的脖子，眼看着要把我勒死。除了鬼娘亲，我也不知道还能喊谁，可我的叫声似乎吸引了什么东西。就在我喊叫的同时，吊死鬼竟然抬头看向了门外，我也跟着转头看去，只见鬼娘亲正缓缓走进胡家古宅。吊死鬼看到鬼娘亲，不禁有些慌乱。你是他的娘亲？他看不明白眼前这镇定自若的美妇到底是走阴人还是我口中的鬼，因为在他眼里，鬼娘亲像是个人还是个简单的普通人，可在这么一个古宅里直接走进来的，又怎么可能是普通人？鬼娘亲看着他，神色淡然。我还以为马老仙连幽魂都斗不过，原来竟是一头闯入的小邪祟，那就正常了。被鬼娘亲看穿了的吊死鬼更加慌乱，收回缠住我的舌头。没想到这小小的黄梁镇竟然还有身具武器的走阴人，你可是养了个好儿子。闻言，鬼娘亲微笑了一下。怎么说？这小二郎放着身边这么强的老娘不信，竟然说你是鬼物，还是什么画皮鬼，真是笑死鬼了，哈哈哈！而我就这么靠在门槛上，看着这俩鬼话连篇。听他说完，鬼娘亲缓缓走近，吊死鬼明显有些慌乱，但嘴上仍不放松，嘲讽道：身具武器又如何？如今大日不出，阳气涣散，还在我地盘上，你敢动手？鬼娘亲没说话，只是微微蹙眉，有些不悦。他一皱眉，那吊死鬼就发现自己动弹不得，眼睛都张不开，甚至连思绪都变得极为僵硬。鬼娘亲凑到他面前，裂开头皮微笑说：我的儿子从不撒谎，因为我是真的鬼。说完，他的头皮合拢，恢复成刚刚人间绝色的模样，而吊死鬼就像块镜子似的，寸寸碎裂，落地之后化作了一滩清白珠子。这个连马老仙都斗不过的恶鬼，竟然就这么被娘亲轻而易举地解决了。我娘到底是什么实力？捡起来！冰冷的声音响在我耳边，我先是一愣，反应过来后，急忙上前将那4颗圆珠捡起，走到鬼娘亲身边，我双手将珠子递给她。鬼娘亲嗤笑一声，目光中满是鄙夷，转身就朝门外走去。我迟疑了片刻，立马选择跟上。鬼娘亲走到门口也没说话，就直接走进了街道。我急忙跟上，稍一犹豫便拉住她的裙摆，本想拉手，可是我身高不够，柳娘子步伐迅捷，每一步我都得小跑2步才能跟上。走着走着，柳娘子稍稍放缓了步伐，我追的也没那么吃力了。一路回到家门口的泥泞土路上，远远的看到奶娘在门口焦急等待，见我行走自如，她下意识张大嘴巴跑上前。鬼娘亲微笑着解释：儿子贪玩跑出去了，没告诉你，你别担心。奶娘看到这么诡异的一幕，愣住了，但还是点点头，转身离开。临走前，鬼娘亲嘱咐她：今天的事别跟旁人说。我晓得，柳娘子你放心。说完转身就走了，连我祈求的眼神都没看见。我虽然不知鬼娘亲为什么要隐藏在这荒凉镇，但可以确定，只要在外人面前，她就是柳娘子，只有在我面前才会变成那个画皮鬼，所以我才希望奶娘留下来。但是到了这个地步，该暴露的都暴露了。以鬼娘亲的智谋，早就看出我不是什么普通婴儿，如今只能硬着头皮跟在她后面回家。到家后，我抱着她的小腿，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哭喊：娘，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鬼娘亲愣了愣，看我哭得这么伤心，脸上闪过一丝错愕，但她很快恢复冷漠，抬腿试图甩开我，可我抱得太紧，她索性直接脱皮。我抱着那卷冰冷的东西，看她走进屋内，这一切虽然骇人，却又透着诡异的合理。见她那副冷漠姿态，再哭下去也没用，我忍着色意擦了擦眼角，拖着那团东西进了屋。屋内鬼娘亲已经坐在茶几旁，端起一杯花茶抿了一口，这才看向我招了招手。我小跑过去，鬼娘轻轻抬起手，像是抚摸孩子似的，摸着我的后脑勺，柔声问：你到底是谁？面对这个直击灵魂的问题，我沉默了片刻，然后一脸平静地回答：娘，我是你的孩子，难道不是吗？鬼娘亲愣了愣，没人知道她为了有个孩子付出了多大的牺牲，可到头来却得到这样结果。她语气再度冰冷：
还不去换衣服？听到这话，我终于松了一口气，暗自窃喜，自己又活了下来，抱着他的大腿开心喊谢谢娘。然后跑去换衣服了。然而找到衣服后，我发现得从后面才能穿上，无奈只能奶声奶气的喊娘，帮我穿个衣服吧，我穿不上。没想到鬼娘亲真的从地窖里走了上来，还换上了美艳的人皮。她鄙夷的看了我一眼，还是耐心帮我穿好了衣服。我心里终于松了口气。外面正好下起了雨，鬼娘亲决定今天就在家里待着。这还是我第一次和她在一起待这么长时间。发现她除了褪去人皮时有点恐怖之外，其他时候都和正常人一样，这让我更加疑惑，她做这些到底是为了什么目的？第二天醒来时，我摸到枕头底下的珠子少了一个，顿时慌了神，生怕被鬼娘亲发现。我拼命在床上翻找，可是怎么也找不到。正在我焦急不安时，鬼娘亲竟从地底走了上来，冷冷地告诉我，珠子已经被你吃了。我愣住了，这邪祟化成的珠子难道真的能被人吸收？是睡觉时放在枕头底下就行吗？还是我在梦里不知不觉就吃掉了？我实在想不明白，决定等明天再看看。早饭过后，我准备自己出门，没想到鬼娘亲在背后冷笑道，你又想自己出门，把外面的百姓吓个半死，以为你也是个邪祟是吧？我顿时打了个哆嗦，赶忙转头，脸上挂着傻笑说，那怎么办？鬼娘亲没有回答，只是从屋内拿出一个背带，面无表情的让我过去。我虽有些错愕，但也只能任由她将我捆好，背在身上。这还是我有历史以来第一次被人背着，柔软的后背让我感到很舒服，也没有从她身上感受到杀意，反而有一种安心感。这样我昏昏沉沉睡了过去。似乎过去了很久，我再度醒来时，发现自己在一间香烛铺子里，耳边传来一个男子的哀嚎声，柳娘子，俺老娘生前吃了一辈子的苦，这死后还被人剥了皮囊。听到这话，我顿时清醒，剥皮，这不正是画皮鬼的手段吗？看来鬼娘亲待在镇子里的原因就在这儿。我越想越觉得确实如此。这时鬼娘亲对男子改了往日的冷漠，好声好气地说，镇子里大家多少有些交情，不太可能干出这样的狠事，多半是鬼物作祟。朱大哥，你还是先去找马老爷帮忙看看吧，这些纸钱什么的你拿去用，没了再来找我，钱什么的都好说。朱姓男子一把鼻涕一把泪，谢谢柳娘子，俺这就去请马老爷，那我先回去了。鬼娘亲热心的送走了男子，而我在一旁听得啧啧称奇。鬼娘亲真狠，把人杀了剥皮，还要再赚死者家属一笔，把活人钱死人钱都给挣了，这手段真是厉害。我一下子明白了鬼娘亲为什么要开着香烛铺。等人走远后，鬼娘亲转过身来看我，眼神又恢复之前的冷漠。你在这别耽误我的生意，知道了吗？我赶紧乖巧的点点头，不敢让他有一丝不悦，他怕我没听懂，又补充道，别让他们看见你会走，也别在他们面前说话。说完，鬼娘亲从柜台后面走出去，大概是去外头忙什么事儿。我只好躺在软椅上，无聊的看货架上的东西。过了一会儿，没有鬼娘亲的动静，我忍不住问，娘，你在吗？娘。鬼娘亲应了一声，我才稍稍安心，接着问，娘，那个马老爷到底是什么人呀？为什么大家出事都去找他？鬼娘亲没有回答，我继续问，娘，你昨天给我的那几颗珠子是什么？阴珠。她的声音里带着一丝不耐，但我假装没察觉，继续问，娘，这阵子外边真的有这么多鬼，那大家岂不是都不敢出门了？他们看不见。然后忍无可忍的用毯子盖住我，让我别再说话了。就在这时，门外突然传来大喊声，柳娘子，柳娘子。听到是奶娘的声音，我一下子有些惊喜，毕竟从出生后奶娘一直照顾我。鬼娘亲立马换上和蔼的笑容迎过去，怎么了？这都成婚生子了，怎么还跟小姑娘似的？哎呀，柳娘子，你又说这话。话语间，奶娘看见我躺在软椅上，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她，顿时浑身汗毛都竖了起来。鬼娘亲见此，转头瞪了我一眼，别管她，我们出来说话。很快，外面响起了奶娘压低嗓音的声音，柳娘子，你是不知道啊，胡家古宅的那个鬼不见了。什么？不见了？难道不是土地爷出的手吗？是啊，马老爷也是这么觉得呢。他刚还和镇长一起去烧了香，结果土地爷说不是他做的，马老爷说可能那个鬼自己走掉了。奶娘声音一会儿大一会儿小，显然是掌握了说八卦的精髓，而鬼娘亲也发挥自己精湛的演技。那就好，那就好，不然我这铺子都快开不下去了。我在一旁听得百无聊赖，想翻身换个姿势，突然发现柜台上竟坐着巴掌大小的稻草人。察觉到我的目光后，他特意眨了眨眼，露出诡异的笑容。虽然我不是第一次见这种鬼物，但还是吓了一跳。我是娘娘收下的异鬼，叫小草，小草见过主家公子。所以他是伪娘亲养的小鬼。我刚反应过来，就又听见外面伪娘亲的声音，听说朱家的那个老娘被鬼缠上了。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可能就今早吧，刚才有容还在我这儿买纸钱呢，我才听他说的。竟然还有这样的事，我这就去打听打听，一会儿回来告诉你。于是奶娘连水都顾不得喝上一口，就起身离开。就这样，鬼娘亲在奶娘面前成功排除了自己的嫌疑。不过就算马老爷发现了什么，来到鬼娘亲面前也是只有送命的份儿。我正想着，鬼娘亲就从外面走了进来，看了一眼我的表情，就知道我心里在想些什么。
什么，但不知为何他竟鬼使神差地解释了一句：“不是我。”虽然我不信，但我还是配合着用力点头，表现出一副赞许的姿态。很快，铺子里又来了几个买香烛的。在这个邪祟并出的世界里，开香烛铺生意的确很好。忙活完，鬼娘亲就进后厨做饭去了。一走，我连忙转身看向柜子上的稻草人：“你怎么不动了？”娘娘让我盯着公子，不能让你走。我要是走了呢？娘娘说，你要是走，就让你永远走不了。他小眼睛透露出无知和单纯。此时，我忽然猛地想起什么，赶紧问：“昨天走的时候，你是不是知道？”知道呀，我一直在后边跟着呢。不过公子好胆小，看见几个幽魂就不敢过去。小草撇撇嘴，显然非常看不起河对岸的那几个鬼怪。从他的回答来看，这里的鬼显然有级别之分。鬼怪分哪些级别？听娘娘说，好像有幽魂、邪祟、鬼物什么的，我也不是很清楚。那我娘是什么级别？小草却表现得有些害怕。娘娘就是娘娘呀。见小草一副无知的样子，我便没有再继续这个问题。那像马老爷那样对付邪祟鬼物的叫什么？他们叫做走阴人，人很少的，而且走阴人死得很快。公子可千万别去学，跟我们一块当鬼就挺好。小草说着，就抱着自己的小腿转了一圈，悠哉悠哉，很是快乐。走阴人，我默默嘀咕了几句，这应该就是这世界的超凡者。正想着，我忽然感觉自己体内多了一股熟悉的力量。接着，我伸手往胸口一摸，这次只拿出一青一白两枚阴珠，又少了一枚。公子，娘娘竟然把阴珠给你了，难怪你的血气那么浓厚。小草看着我手上的阴珠，满眼的羡慕。公子，你都吃了这么多了，还不知道吗？他盯着我，我不知道怎么解释，就没说话。小草只能解释，杀死邪祟和鬼物都能获得阴珠，可阴珠的主要来源还是来自于阴脉，但阴脉都在传承世家手里。像马老爷这种没有靠到堂口的走阴人，只能自己讨生活了。一般人吃了阴珠可以增强血气，变得厉害，而鬼吃了阴珠能增加灵性，也能变得强大。那血气和灵性又是什么？难得找到一个知道答案的人，我当然不会放过。然而就在这时，里屋忽然响起一道阴恻恻的声音：“要是嫌自己的嘴巴太大，我能帮你封起来。”娘娘饶命，是公子问小草的，公子是主家，小草不敢不说。看着转眼就把自己卖了的小草，我真是信了个鬼。还不滚过来吃饭，等着我喂你吗？我急忙把阴珠塞回胸口，跳下软椅，迈着小短腿跑进里屋。穿过后门，一股淡淡的桃花香扑鼻而来。鬼娘亲已经准备好了两菜一汤，她吃着大白米饭，而我依旧是米羹。我指着自己的牙齿撒娇：“娘，下次让我也吃米饭吧，我牙齿都长好了。”鬼娘亲停下筷子：“你还有多久才能长到5、6岁？”我也不确定，可能几天或者1个月就差不多了。鬼娘亲轻哼一声，不再说话。午饭后，鬼娘亲把我塞进柜台里和小草作伴，自己则在我之前睡觉的软椅上午休，直到她睡饱了，我才重新回到软椅上。困得不行的，我倒头就睡，迷迷糊糊中还能听见奶娘的八卦声，但实在是没精神理会。日子就这么一天一天过去。在我吸收完那枚白色阴珠后，青色阴珠却怎么都吸收不了，但我依旧每天带在身上，毕竟娘给的东西。如此一连过去小10天，原本只有2、3岁的我，现在已经有4、5岁的模样。又是一天下午，正当我跟着鬼娘亲收拾东西准备回家时，忽然一个浑身带血的老人冲进来，喘着粗气：“娘娘，柳娘娘，救命！”原本坐在我肩膀上的小草立马躲我身后，埋在我耳边低声说：“快躲起来，马老爷来了。”我闻着老人身上带回来的腥臭血气，悄悄打量那被称为马老爷的老人。他头发花白，穿着灰布短衫，露出的小腿上布满密密麻麻流着鲜血的伤口。他冲进屋后，喘息几口，身上的血气才逐渐平复。鬼娘亲眼中的笑意稍稍收敛，她抬起白皙的小手往前一扬，原本敞开的门瞬间关上。马老爷说笑了，有什么事还需我这弱女子帮忙呢？鬼娘亲在茶桌边坐下，我背着小草快步走到她身后，歪出个小脑袋看着马老爷。他这时才注意到我的存在，脸上露出一丝惊讶，似乎没想到不久前还是个小婴儿的我，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5、6岁的孩子。这娃好生俊俏，跟柳娘娘简直一个模子里刻出来。鬼娘亲伸手轻轻把我的小脑袋推了回去，我被挡住视线后不禁陷入了沉思。马老爷作为走阴人，本就是对付鬼物的高手，如今竟然来寻求一个鬼物的帮助，实在是滑天下之大稽。今天这事儿，柳娘娘可一定要救小老儿的命。鬼娘亲端起桌上的茶盏，抿了一口。行了，说说吧，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鬼娘亲不发话，马老爷不敢坐下，只是站在原地继续说：“前些日子，咱们镇上不是来了一个剥皮的小鬼吗？当时朱家那后生找到小老说了事情的原委，我就跟着去了。没想到那小鬼胆大包天，杀了人还在朱家，我当时就把他擒住，以为事情解决了。
但没想到几天后，小河村那边又出现了类似的事情，又把我请回去。这样类似的情况出现2、3次后，我才意识到事情不简单。于是升坛做了法事，问过祖宗神灵后，才得知小老儿兜兜转转，竟没摸到这鬼物的本体。鬼娘亲笑道：“谁说没摸着？这不就摸着了？”柳娘娘就别打趣小老儿了。鬼娘亲笑容逐渐收敛。那鬼物的实力这么强，竟然连你都中了咒响之术。谁说不是？要不是我身上还有娘娘当年给的那张符纸，说不定就再也见不到娘娘了。马老爷一把鼻涕一把泪的说着，鬼娘亲摆手，要我出手也不是不可能。听到此话，马老爷眼前一亮，只要娘娘肯出手，我必然万死不辞。鬼娘亲鄙夷的嗤笑一声，翘起2郎腿，伸手把我推了过去。我帮你解决了这剥皮鬼，你传他几手也不用太多，入门就行了。我听了一惊，眼神懵懂，心里却是万分震惊。鬼娘亲竟然要把我送去跟马老爷学本事，去当个走阴人。完了完了，公子要去当走阴人了。走阴人死得快，田里的谷子都还没收呢，走阴人都能换好几茬了。马老爷瞅了一眼我，柳娘娘本领高强，哪还用得着小老儿？的本事竟是些女儿家的活，不适合他一个男儿。马老爷闻言，又左右打量了几眼，这才点头。成，小老儿没意见，一切听柳娘娘的安排。鬼娘亲端起茶杯，马老爷见状，立马躬身告辞。他一走，我马上说道：“娘，孩儿不想去跟马老爷学什么本事，只想跟在娘身边。”鬼娘亲眼神稍稍一软，这下不怕我吃了你了？孩儿不怕。我做的决定，轮不到你反驳。回去的路上，鬼娘亲不再背我，娘俩各走各的，我依旧拉着她的裙摆，就像那天她从胡家古宅把我接回来的样子。回到家中吃过晚饭，鬼娘亲依旧是那副打扮，见我上了床便道：“我出门一趟，你一个人在家好好待着，别乱跑。可能要一会儿功夫。你要还想跑的话，记得抓紧时间。对了，这次小草我也要带走，所以是个难得的好机会。”我心中想着哪有用直钩钓鱼的，但还是没说话。鬼娘亲讥笑一声，准备离开。娘，孩儿想跟你一起去。你跟我一起去。鬼娘亲转身，眼中首次露出诧异的神色。她一直觉得，不管我表现得多么怪异，多么离谱，在她看来都是可以理解的。毕竟是她画皮鬼柳娘子的子嗣，就算是个人，那也不能是正常人。所以这段时间以来，她知道我性子胆小，才想着逃走。可现在我竟然说要跟着她去，我用力的点头。鬼娘亲又问：“你知道我是去做什么吗？”知道，娘要去杀那个剥皮鬼。知道你还要去？要去。说说你为什么要去吧，可别再说什么舍不得我之类的话了。娘要把我送去跟马老爷学本事，我知道娘是为了我好，所以我迟早是要经历这些的。与其等到将来被动接受，不如现在跟在娘身边，提前适应一下。鬼娘亲看着我这个成熟的过分的子嗣，眼神略微复杂。那就走吧，先说好，我可不会照顾你，到时万一死在外边了，可别怪我。好嘞。我一咕噜从床上爬下来，穿上鞋子跑到鬼娘亲身边，熟快的拉住她的裙摆。今晚的月儿格外亮，整个黄梁镇像披上了一层轻纱，这天色丝毫不符合我心中月黑风高沙鬼夜的意象。来到门口的土路，鬼娘亲径直朝西边走。我知道这是出镇子的方向，所以剥皮鬼还没进镇。我们走到西边小河前，上次我走到这儿，看到河里和对岸的游魂邪祟，只好退步。现在故地重游，我紧了紧拉住的裙摆，一上木桥就见到了上次见到的那些怪物。只不过此刻河里的水婆子站在石头上朝鬼娘亲弯腰，河对岸的美人蛇也是如此，还有长着人脸的老树干垂落柳枝。更远处的灌木丛中传来咿咿呀呀的叫声。娘娘娘娘，我看到这些情形有些错愕，但很快明白了。公子没必要害怕嘛，他们都是在这寻求娘娘庇佑的。之前没有见到的小草从鬼娘亲布包里钻出来，又跳到我肩头。我再看他们，好似感觉到了一丝亲切。只是鬼娘亲没说话，只顾往前走路。很多地方我明明见没有路，但鬼娘亲往前走一步，草木都自行分开。这是廖枪木在帮娘娘扫清道路。当年娘娘还没说完，发现嘴巴竟然合上了一半，吓得急忙闭嘴。进了老树林，能闭嘴就闭嘴，这道理都不明白。进了老树林，能闭嘴就闭嘴，这道理都不明白。鬼娘亲阴恻恻的声音响起，紧接着她转过头：“你记得，不管何时，不管你有多少手段，都不能对老树林失去敬畏。”我头一次见她这么认真，连忙点头。小草不说话了，我默默打量这片老树林，一抬头就看到前方树梢上有一只长着蛇头的怪鸟，旁边树林里有一棵能走路的老木桩子，远处稍远些的山岗里似乎有一头能直立行走的狼。对我来说，这一切都极为稀奇。平日里我可不敢来，也只有现在跟着鬼娘亲能如此正大光明的打量。我歪着脑袋悄咪咪的看了眼，只见前方山壁上有个黑黝黝的洞穴，再也没其他东西。所以剥皮鬼就藏在这洞里，鬼娘亲为什么不进去？难道是害怕？正当我疑惑时，听见娘亲开口了：“滚出来！”声音不大，但冷漠。接下来我看见了毕生难忘的场景，随着鬼娘亲的声音落下，洞里竟然滚出一个浑身鲜血的鬼物，一直滚到鬼娘亲身前，起身双膝跪地，止不住颤抖。
所以说对付鬼物就这么简单。我守在鬼娘亲背后，身形恰好和剥皮鬼差不多高，从五官看应该是个女鬼，这与我娘亲一样。就你也配模仿我？他环顾四周，荒野冷笑。鬼娘亲再度开口，同时一脚踩上剥皮鬼的脑门，将其踩在地面上，连腰身都没弯下。告诉你们身后的那几个老王八蛋，不用躲藏，我就在黄梁镇。要是不怕没了头顶的狗官帽子，就尽管来。对了，下次再敢让这样的东西来恶心我，我就亲自去找他们。说完，他右脚用力踩下，剥皮鬼化作6枚阴珠，两红四青。可鬼娘亲再用力，连阴珠都被踩得稀烂。我知道娘这次是真的生气了。回去的路上，鬼娘亲走得很快，丝毫没有等我的意思。但好在我气血接近3个成人，勉强能跟上。走了一路，直到镇子附近，鬼娘亲好像才消气。她转身看着我，冷声道：“你不是好奇为什么能看见这些邪祟鬼魅，但别人看不见吗？”我稍稍错愕，点了点头。鬼娘亲抬手重重拍了一下我的脑后，这一拍重量让一时间都恍若见到太奶。正当我站稳想问时，浑身上下开始变冷，从后脑勺蔓延到整个头部，再到胸口，最终到双手。我终于看清，原本白嫩的双手变成了深青色，原本精致的指甲开始快速生长，变成内沟的双爪。真要这样想的话，现在自己身上和头上，我连忙用双手抱住脑袋，触到的冰冷滑腻，张嘴想喊娘，结果发出的声音变得极为尖锐刺耳。猛地抬头看向鬼娘亲，她再度看向我的眼神已没了之前的冷漠，满脸慈爱。鬼娘亲微微蹲下，伸手轻轻摸着我的脑门。小白乖，喊娘亲。我后退一步，难以置信，因为我从她清澈的眸子里看到了自己的样貌，满脸铁青，双目赤红，耳朵尖而大，黑发变成了一小撮黄毛。这是什么？原来我也是鬼。对啊，鬼生下的孩子怎么可能是人呢？我再次抬头，发现鬼娘亲原本慈爱的眼神再度变得冰冷，但在这冰冷的眼神中，我又看到了一丝痛苦。难道是我刚刚那番话伤到她了？你就这么想当个人是吧？行，满足你。鬼娘亲冷冷地说完，忽地伸手一拳砸在自己胸口。面对吊死鬼和剥皮鬼都没受伤的鬼娘亲，此刻竟吐出一口鲜血。她伸手画了几个晦涩的符文，再一点鲜血便落在了我头顶。下一瞬，我感觉身上的那股冰冷和不适逐渐褪去，原本长长的指甲也恢复正常，双手也再度变得细腻白嫩。原来这就是鬼娘亲刚刚那一口鲜血的作用，她封禁了自己的鬼躯，好让我安安心心的做个人类。等我反应过来时，她已经走远了。张了张嘴想喊娘，可又觉得是自己有错在先，一直到了家门口我才喊出来，同时也算是问出了一个问题：娘，我爹呢？鬼娘亲好似没听见一般，也没有理会，就这么径直踏过了家门。我留在门口，看着眼前因为关门时太过用力还在一开一合的大门。好消息是，他应该真的不会再杀我了，毕竟我今天说出这么过分的话，他都没再动手。坏消息则是，他好像对我彻底失望了。回家后已是没见到他的身影了，估摸着是去地下室了。我强撑着困意，开始一个人收拾自己。等到脱衣服上床的时候，都困得晕头转向了，还是不忘看着床边，看了好一会儿，都没等到他出现的身形，这才把头缩进被窝。晚安，娘亲。等到我呼吸平缓，彻底睡着，鬼娘亲凭空出现在床边，如先前每晚一样看着我，眼神复杂，一会儿冷漠，一会儿温柔，其中又还夹杂着后悔以及自豪。一日早饭时，我发现他竟然没我预料到的那么冷漠，甚至还特意给我蒸了2颗鸡蛋，看来到底是当娘的。我就说哪能跟自己亲生儿子置气的，我美滋滋的吃完，却忽然听到他的声音响起：一会儿马老三会过来接你，到了他那儿记得多学点本事。孩儿记下了。还有，鬼娘亲想到了我的性子，正在梳妆的她转过身来，阴恻恻的道：上次你应该见到了马老三在我面前的模样，那就切不可在他面前卖弄身份，否则娘，你就放心吧，孩儿不是那样的人。若是马老爷敢凶我，我就揍他丫的。鬼娘亲手上动作一停，我见状不对，就连忙跑了出去。她也算是摸清了一点鬼娘亲的性子，那就是只要在外人面前，她就会把自己伪装成常人，所以说嘚瑟完就赶紧跑，那就对了。可没曾想，刚冲出院子，她就迎面撞上了一人。哎呦喂，娘嘞！你这炉子怕不是得把身子骨都烧穿了？说完，他就直接上手捏住我的后脖颈，我自然也第一时间认出了这人是谁。再想到鬼娘亲的叮嘱，所以也就没挣扎，任由这马老爷动手。我只感觉这马老爷的劲很大，将自己提起来后，就开始浑身捏着自己的筋骨，哪怕鬼娘亲都出来了，他都没停下，从上到下，直到捏完自己的双脚，这才放下。落地之后，我立马跑到了鬼娘亲身后，抱着她的大腿，只敢悄悄露出个头去。马老爷似是纠结了一阵，最终还是说道：敢问柳娘娘，为何将贵公子的炉子烧得这么旺？他年纪还小，灵性跟不上，是会把身子骨烧坏的。没事，他经得起折腾。成，那柳娘娘，这贵公子我就先领走了。等等，鬼娘亲说完转身回了屋，等她再出来时，肩上多了个方布叠好的行囊，手上则是多了一个小巧精致的荷包。麻烦你了。她双手将荷包递了过去，被如此郑重的对待，马老爷连忙双手接过，打开荷包看了眼，顿时手一哆嗦。柳娘娘，这太贵重了。给了你就收好。
说完，鬼娘亲又低头瞥了我一眼，把行囊丢到我手上。还不过去？我这才将装满衣物的行囊备好，一副不情不愿的姿态来到了马老爷身边。鬼娘亲看着我这副模样，嘴唇子动了动，最终还是没有开口，转身回了屋。行了，走吧，又不是回不来了，没必要来这死出。鬼娘亲不在，马老爷就好像换了副姿态，我没有多说，压制着翘起的嘴角，极为委屈的出了门。直到出来东边的路口，他才发现这马老爷竟然是乘马车来的，马车破旧，拉车的马匹也是匹老马。等到被马老爷送进了车厢，我才发现原来要去学本事的竟然不止自己一个，这车厢里边已经有着2人了，一左一右坐在这马车两侧。不知过去多久，等到我觉得自己的骨头都快散架的时候，马车终于停了。到了，下来吧。我听话转身，可走到门口才反应过来我去哪儿。瞧我这记性，原先是有房子给你们这些单独住的，但是年后那几天来了个走山的精怪，把那屋子撞塌了，现在正在新修，你就先跟他们挤一挤，先住几天吧。行，没有办法，我只好背着自己大大的行囊开门出去了。只一出来，我才发现原本满院子的人竟然都不见了，全挤在对面那个大房间里边。我穿过院子，也来到了那间房门口，还没进去，就已经听到里面传来的叫好声，这是有人在打架。我钻进去，人还没看见，就快被这恶臭熏死了，脚臭味、汗酸味、腐臭味全挤在一块，往鼻孔里钻，臭烘烘的要人命。葛老黑果然是葛老黑，竟然猴子偷桃，哈哈！一众少年的叫好声吸引了我的目光，我抬头看去，只见和我一块过来的刘铁正蜷缩在地面，捂着自己的下裆哀嚎。站在他对面的是一个黑不溜秋的少年，洋洋得意。我现在约莫是个6、7岁的小屁孩，比他们小上8、9岁。刘铁也看见了我，连忙道：他们这床铺是要抢的，打得赢才能睡床，打不赢就只能睡地面。他说完指着我身后的位置，我回头看了眼，这才注意到角落里边竟然还摊着几块破烂麻布，好几个人穿鞋踩在上面。看着这群半大少年，我实在兴不起斗争的想法。看了眼床上趾高气扬的仇千海，我转身出去了。受不了就回家喝奶。背后传来那群少年的哄笑声，我径直来到了马老爷的房间，结果一进门也是一股子骚味。正在看着一本小人画本的马老爷见我一进来，立马把画本塞到被窝里，瞪眼道：还有啥子乱事？那太臭了，睡不下去，只能委屈委屈老爷您嘞。马老爷一愣，他听明白了我的意思，这么多年我还是头一个嫌环境差来抢地盘的，他来了兴趣。行，倒是个享清贵的少爷，你今晚就住那几张条椅吧。我也没挑剔，主要是马老爷的床铺长满霉斑，根本没法睡。第二天那些半大少年在院子里打拳时，突然看到我大摇大摆从马老爷房间走出来，都瞪直了眼睛。这他娘的，到底是谁家的公子？往日里别人靠近马老爷房间都会被揍，我却能在里面过夜。很快马老爷又从旁边走了出来，看见他们瞪眼，不练了就滚蛋。看见作威作福的马老爷，我想起他在鬼娘亲面前求救的模样，这话只能想想，还得靠他运养灵性。众目睽睽之下，我被马老爷领着出门，少年们纷纷猜测我是马老爷的私生子。走这边。马老爷依旧拎着他那杆老烟枪，叮嘱道：进了老树林子，能不说话就尽量别说话。马老爷拎着老烟枪叮嘱，上次跟娘亲进山，这次跟马老爷，我用力点头。进山听到有人喊你名字，切不可回头答应，那可能是要你命的美人蛇。我想到了镇子河对岸的见到的那，还有进林子不能随便坐，老木桩子千万不能坐。去年有少年不听，当场被掏了肠子。马老爷语速很快，想在进林子前把话说完。踏入林子的瞬间，我感觉整片林子都活了过来，无数道目光落在我身上。马老爷嘿了一句：好了，现在知道你这炉子烧得有多旺了吧？再不来点灵性灭火，估摸着你晚上睡觉都有邪祟爬上你的床了。我没有回答，目光炯炯的我紧盯着四周，会动的石头，会站起来走路的老鼠。明明没有起风，可那几株柳树还是在扭动着枝杈。马老爷，野外都这么多邪祟的吗？那倒也不是，只是咱这不远处有条阴脉，所以邪祟猖獗一点。行了，那个玩意就差不多了。正说着话，马老爷一步跨出，我身旁吹起滚烫的风，他对着树丛里挣扎的头发一拳，那捆头发没了动静。马老爷摘下烟杆，吐出烟气，化作白链锁住头发，朝我招手：躺下去，抱着。什么？你还要不要运养灵性了？这可是你如今能救命的玩意。我一脸震惊。不是，你说的运养灵性是找个灵性很足的地方，让我进去待着就好了。我本想说，与其抱着这玩意儿，我还不如回去抱着我的画皮鬼娘亲了。哼，说你少爷公子命还当真了，那样的地方也有啊，阴脉里边就是。你要有本事，让你老娘带你去。老爷子我就这一个法子，爱用不用。我看着又脏又乱、散发恶臭的头发，不情不愿地躺下去抱住，入手冰凉，很不舒服。抱住后，胸前一阵清凉，如同大热天冲进河水。
所以说我的身体是真的出问题了。当我缓缓睁开眼睛，却是发现这恶心玩意儿竟然跟八爪鱼似的缠绕在了自己身上，心头猛地一紧，我拼尽全力去扯，偏偏这东西像生了根儿，任凭我使出吃奶的劲儿也纹丝不动。行了，捆着呢，要不了你的命。不远处，马老爷斜倚老槐树，捧着破旧画册，神色莫测。昨夜我几番试探，都没能窥见只言片语，他只说那是独门秘法，想学的加钱。我试图挪动，发现头发一大截深埋地底，忍不住开口询问：这究竟是什么？婆女发，传闻埋过女婴的阴地才会长出这东西，谁知道真假？一阵寒意从脊背窜起，怀里的触感更阴冷。不知过了多久，我被马老爷一脚踹醒，猛然爬起，头发消失无踪，阴寒褪去大半。我唤出面板，灵性从 0.8 涨到了 0.9。今早我刚把 0.1 个属性点加在灵性上，按理说应当是 0.8， 万没想到现在竟然达到了 0.9， 多出来的这 0.1， 这婆女发的效果竟然这般惊人。走了。马老爷在树干上磕了磕烟斗，抖落残灰，转身迈步。此时正值晌午，我连忙加快脚步跟上，语气也不自觉地热络了几分。马老爷，天色还早，要不咱下午再来一趟？马老爷脚步一顿，冷笑一声：今天再教你个道理，凡事都要有个度，不管是吞阴珠还是蕴养灵性，过犹不及，切忌贪心。我怔了怔，默默点头。回到山岗，院子正赶上饭点，马老爷刚端碗，门外突然急匆匆赶来一辆驴车，来人扑通一声跪下：熊瞎子岭有户人家遭了邪祟，倾国祖宗都镇不住，哭求马老爷去救命。马老爷二话不说，放下碗筷，跳上驴车离开。饭堂里，少年们望着远去的驴车，不禁感慨唏嘘。有人提及自家长辈撞邪化鬼的往事，直言马老爷即便被打得挂彩，也从未多收过一个铜板。众人纷纷应和，我垂下眼帘，心中暗想，或许这就是娘亲愿意留着他的原因吧。然而角落里突然传来一声嗤笑：真以为他是白帮你们？谁家没给过孝敬钱？再说了，他驱邪是为了阴珠和灵性。我循声望去，那是一个神情桀骜的少年，身旁坐着个容貌相似的同伴。他察觉到我的视线，挑衅瞪我。我不欲多事，收回目光。午饭后，六子叫我仇千海和刘铁练拳桩。这拳桩是马老爷在熊瞎子岭灌老熊81年悟出来的，每练一遍气血便壮大一分。我看得极为专注，摸到门道后独自练拳。仇千海学得不错，刘铁出拳绵软。公子，公子！细碎呼唤从墙头传来，我抬头看见小草攀上墙沿，连忙询问：小草，你怎么来了？我娘呢？娘娘没来，她让我每天来陪你半天，帮你蕴养灵性，这是娘娘给你的。小草可没偷吃哦，虽然香死我了，但我忍住了。小草吐出一颗阴珠，我望着掌心，阴珠眼眶微热，知道娘始终爱着我。接下来，小草坐在我肩头，看我打拳，他的碎碎念在我耳边萦绕。从他口中，我得知了这个世界更多的隐秘。原来祖宗的遗骸真能镇压邪祟，而这黄梁镇上，除了马老爷，还有王婆子、老道士、疯老人等一众走阴人。只是唯有马老爷愿意频频为百姓出手。傍晚时分，小草突然一激灵，从我肩头弹起，拼命往窗外挤。马老爷回来了，明天见。话音刚落，马老爷龙精虎猛的身影便踏进了院子。他雷厉风行地训斥了几个偷懒的少年，便回房倒头就睡。显然对付那邪祟耗费了他极大的心神。接下来3天我生活规律，清晨加点，上午进林子蕴养灵性，下午练拳桩。3天后，我面板气血 3.0， 灵性 2.1。马老爷摸骨后惊诧，说明天能帮我开炉点火。我强压下内心的悸动，将这个消息托小草带给了娘亲。结果当天傍晚，一抹艳丽无双的身影便出现在了马家庄子里。柳娘子披着那张精美无瑕的人皮，盛装打扮，身姿曼妙。她的出现瞬间抽干了院子里那些血气，方刚少年们的力气，一个个红着脸，捂着肚子瘫坐在地，连直视的勇气都荡然无存。而我就在他们震撼与艳羡交织的目光中，被柳娘子温柔地牵起手，从马老爷的房间里缓缓走了出来。一路到树林深处，娘亲停下脚步，点火用的引子我已经交给马老三了，届时你按他说的做便可。我攥紧拳头，用力点头，孩儿记住了。娘亲深深看了我一眼，红唇轻启，还有一道口诀，点火时务必默念，一字不可错，世藏五谷，岁转轮回。点燃第一把火之前，小草不会过来了。这几天你一个人。娘亲话音微顿，秀眉不悦地蹙起。罢了，你还有什么事？借着这片刻的温情，我大着胆子将盘旋在心底的疑惑问出了口。娘，你以前也是人对吗？周围空气凝固，娘亲静静看我，眸子里翻涌复杂情绪，良久转身，没事，我便走了，只留下一缕若有若无的桃花香。她的背影决绝而孤清。我快步追出林子，冲着那抹背影高喊：娘，您放心，等我点了火就回家看你。他并未回头，径直走过了马家庄的大门。院子里的少年们贪婪地盯着他的背影。然而当我的视线与他们对上时，那些目光瞬间化作了赤裸裸的恶意。几声阴阳怪气的柳公子夹杂着刺耳的嘲笑响起。有人讥讽我毛都没长齐就妄图点火，更有甚者目光下流地咂了咂嘴。你那风骚的寡妇娘呢？要不我给你当个野爹。我面无表情地朝那人走去，他正是第一天在饭堂里装作人间清醒的王柱。这几天他没少在背后阴恻恻地盯着我。小草说过，
这人常来铺子里买香烛，我知道他那句话绝不是玩笑。我面无表情走向王柱，擦肩而过时，猛然转身，一拳砸向他下三路。3.0 的气血，足足3个成年男人的力量，被我彻底倾泻而出。咔嚓，一声令人牙酸的碎裂声在院中炸开。王柱连惨叫都没来得及发出，便捂着裆部轰然倒地。周遭的哄笑声戛然而止，所有人都惊恐的倒吸了一口凉气，下意识的连连后退。我居高临下的冷冷俯视着他，缓缓蹲下身，用只有我们俩能听到的声音耳语：你要是不服，大可以直接去找我娘。这边的动静很快惊动了屋内的马老爷，他大步流星的走来，瞥了一眼地上的惨状，眉头一皱，先把王柱背去上药。柳白，你跟我进来。少年们如蒙大赦，手忙脚乱的抬人，在他们看来，马老爷有上好的黑膏药，这点伤顶多休养几天。屋内马老爷盯着我，眼神探究，怎么回事？你平日里可不像是会随便招惹是非的性子。他想当我爹。马老爷脸色骤变，二话不说转身掀开门帘，冲着院子沉声喝道：去个人把王柱的东西收拾了，让他滚回家。王柱被送走，少年们看我的眼神满是忌惮恐惧，无人再敢造次。夜里，王家屯子的祠堂里并不太平，王柱跪在他们那位满头银丝、手段狠辣的王婆面前，哭诉着我如何心狠手辣。他那尖酸刻薄的母亲林大脚更是添油加醋的叫嚣着要砸了我家的香烛铺。村正虽心忌惮我柳家的背景，但那位盘着核桃的王婆却彻底阴了脸。在他看来，马老三为了我将他半个子侄扫地出门，便是狠狠打了他的脸。看来太久没出去走走，这黄梁镇是只知道马老三，不识得我王婆了。翌日清晨，加完属性点后，马老爷背起布包，神色肃穆，领我去庄子角落紧锁的屋子。少年们停下练拳，满脸错愕，没想到我真的要开炉点火。刘铁咽了口唾沫，仇千海则是深深看了我一眼，练拳的动作愈发狠厉。随着沉闷的木门推开，我满怀期待迈入门槛，却愣在原地。空荡荡的屋子里，仅有一张布满划痕的八仙桌和2条长凳，简陋的令人发指。马老爷捕捉到了我眼底的失落，嗤笑一声，反手拴上门。你小子以为这里边是什么样的？反正不该是这副光景。我如实答道。嘿，真正的霸士都在下边藏着呢。马老爷得意地挑了挑眉，走到墙角摸索片刻，猛地拉起一个生锈的铁环，轰的一声，一块沉重的石板被掀开，幽深的暗叫暴露在空气中，阴冷的霉味扑面而来。马老爷率先顺着木梯而下，点燃了火把。借着跳跃的火光，我这才看清地窖的全貌。这分明是个阴气森森的鬼窟，斑驳的土墙上挂满了暗红的鬼头刀、破旧的寿衣和除尘扫帚，角落里堆放的杂物散发着老树林里那种特有的腐朽气息。而最让人毛骨悚然的是，地窖正中央正摆放着一个如同活物般缓缓蠕动的蒲团。过来，坐好。马老爷用烟斗指了指那蒲团。这段时间我见多了怪异，强压下心头的悸动，咬牙盘腿坐了上去。结果没想到，就在我坐稳的瞬间，蒲团下方竟然无声无息地伸出一双惨白的人手，死死地搭在了我的双腿上。极致的冰冷瞬间顺着小腿攀爬，我猛地打了个寒战。把你这袄子脱了，把上半身露出来。马老爷的声音不容置疑，我深吸一口气，强忍着恶寒，依言褪去上衣。本来这点火的引子需要自家先人的骨灰，我原见你们柳家在镇上无亲无故，打算让你认个阴物当干亲。马老爷一边倒腾着手里的物件，一边悠悠开口。结果没想到，昨儿个你娘竟然真给你找来了先人的骨灰，那倒方便了许多。我忍着腿上那双鬼手的寒意，好奇地追问：为什么先人的骨灰比较好？有什么讲究吗？马老爷冷笑一声，眼底闪过一丝狠戾。嘿，一旦点了火，成了走阴人，那你这辈子注定是要和那些邪祟鬼魅搏杀到底的。若是没点先人骨灰庇佑，你这小身板能扛得住？马老爷冷哼一声，将一盒骨灰尽数倾入瓷绢肚，紧接着他从布包里摸出一个小血瓶，瓶塞拔出的瞬间，一股浓郁刺鼻的血腥味猛地灌满整个地窖。他一边用捣药棍将血与骨灰搅匀，一边啧啧称奇，瞥向我的眼神里多了几分探究。连这等凶物都有，你家娘亲还真是不简单。我脱去上衣，光着膀子盘腿坐好，只觉地窖的阴风和腿上那双诡异的手激得我起了一身鸡皮疙瘩。马老爷不再多言，凭空摸出一支崭新的狼毫笔，蘸满猩红的灰。人生3盏命火，分具双肩与头顶，先天熄灭，须以气血为引。他目光一凝，笔尖精准地落在我后腰处，随即沿着龙骨猛地向上一提，直抵后脑。起初只是一抹冰凉，然而下一秒，那道血痕竟如岩浆般沸腾起来，极致的灼热瞬间撕裂了我的神经，仿佛整具身体都要被烧穿。千钧一发之际，我猛然想起娘亲的叮嘱，死死咬紧牙关，在心底疯狂默念那道口诀：世苍五谷岁转轮回。耳畔马老爷的声音仿佛隔着一层水膜，缥缈却震耳。命火燃而鬼魅遁，点火必先聚阳。你这毛都没长齐的小子，童子身自是不必问了。我已经痛得发不出一丝声音，浑身如筛糠般剧烈战栗，体内的无名邪火横冲直撞，急需一个宣泄的出口。瞧你这怂样，这就受不住了。
马老爷嗤笑一声，落下最后一笔。他猛地直起身，双肩猛然一抖，刹那间一股骇人的热浪席卷地窖。若开了阴阳眼，便能瞧见他双肩与头顶竟悬着3团熊熊烈火。准备好！他嘿然一笑，抬手在自己右肩虚空一捻，仿佛掐下了一星火种，屈指弹入我的右肩。走阴传火，代代不息。砰！极轻的一声爆响在耳畔炸开，紧接着体内那股几欲将我焚毁的狂暴火气终于找到了宣泄口，如百川归海般向右肩涌去，滚烫退去，取而代之的是沁人心脾的清凉，宛如炎夏里坠入冰潭。我紧绷的神经骤然松懈，忍不住发出一声舒爽的闷哼，转头望去，一团幽微却坚韧的火苗正静静悬浮在我的右肩之上，缓缓跳跃。与此同时，黄梁镇的柳家铺子里，一向神出鬼没的柳娘子今日反常地坐在桌前，寸步未离，目光似有若无地飘向门外。桌面上小草急得直跳脚，抓耳挠腮。娘娘，公子要是真点了火，小草以后是不是就不能坐他肩膀了？那火会不会把小草烧成灰呀？没等他抱怨完，一张无形的线便将他的嘴缝上了一半。小草委屈地捂着嘴，安静了没几个呼吸，又忍不住含糊不清地嘟囔：娘娘，您是不是担心公子的身份点不了火，反被烧死啊？柳娘子端着茶盏的手微不可察的一顿，随即发出一声冷嗤：他死活与我何干？人类。小草翻了个大大的白眼，仗着胆子拆穿：公子跟马老爷走的那天，您在门后足足站了半个时辰，昨晚您还偷偷抹眼。呜，这一次小草的嘴被彻底封死，急得在桌上直打滚，怕是没个3天3夜解不开了。跳动的火苗近在咫尺，火光映照着我惊奇的脸。放心，这火只烧邪祟，不伤活人。马老爷惬意地磕了磕烟枪，眼中满是赞赏。3火之境，第1把火能烧个半盏茶功夫，足见你小子底子极厚。我心念一动，唤出面板，气血与灵性皆有小幅上涨，境界赫然变成了3火。随着意念流转，肩头的火苗隐没，沸腾的气血彻底平息。一边穿戴衣物，我一边好奇地打听：马老爷，除了能驱退鬼物，这3火境还有别的门道吗？急什么？马老爷没好气地瞪了我一眼。先记牢2个忌讳。其一点，火期间若听见背后有人唤你名字，拍你肩膀，万万不可回头。一旦回头，鬼吹灯灭，你想再点燃就难如登天，多半要沦为邪祟的口粮。我凛然受教，重重点头。至于这其2嘛，不可近女色，保持纯阳之体，命火才会越烧越旺。一旦破了身，这火也就到头了。马老爷慢条斯理地吸了口旱烟，吐出浓重的烟圈，目光戏谑：明白，少年人戒之在色。那马老爷您呢？何时破的纯阳？这话一出，马老爷猛地挺直腰杆，眉眼间竟浮现出一抹诡异的自豪：老子今年58，命火贯绝血10成，你说呢？我惊得下巴都快掉下来了，倒吸一口凉气，连连拱手：原来是个老童子接，失敬马老爷为我。惊叹之余，我不禁陷入沉思：那要是晚上做梦或者自己动手，算破身吗？马老爷先是一愣，随即老脸憋得通红，恼羞成怒的一巴掌拍在我后脑勺上：小兔崽子，哪学来的荤段子？成精了你！我捂着脑袋委屈地往楼梯上爬，身后传来马老爷气急败坏却又咬牙切齿的嘟囔：废话，肯定不算啊，不然你以为老子这几十年怎么熬过来的？他没好气地哼了一声：你想学斗法的术，得回去问你娘，我只管点火，今晚我亲自送你回家。1日清晨，阴云密布，王柱一家3口早早便叩开了王婆家的大门。大厅阴冷昏暗，正中央的八仙桌上端端正正地供着1海碗生米，米中倒插着3炷香，香火缭绕间，刚一跨过门槛，王柱便猛地打了个寒战。他死死盯着脚尖，心里却兴奋得几乎发狂。只要王婆一出手，那姓柳的小畜生必定生不如死，到时候自己再摸上柳家的大门，对着那个身段如蜜桃般丰腚的柳娘子说上一句：柳娘子，你也不想令郎这般痛苦吧？想到这儿，他顿觉口干舌燥，急忙把腰弯得更低，生怕王婆瞧出端倪。一旁的林大脚面容扭曲，咬牙切齿的咒骂：让我们绝后，那就都去死吧！王父看着满桌的阴森物件，瑟缩了一下：老叔婆，这不会弄出人命吧？瞧你那怂样！林大脚狠狠瞪了丈夫一眼，王婆冷哼一声，手中拐杖重重拄地：死不了，顶多大病一场。林大脚做人留一线，孩子间小打小闹，直接弄死算什么道理？是，您教训得是。林大脚连连点头，心里却连翻白眼。大病一场，一个几岁的毛孩子，大病一场不就直接夭折了？这老钱婆真是好话赖话，全让他占尽了。其实他早看穿了，这老太婆哪是为了柱子出头，分明是气马老爷服了他的面子，拿小辈撒气罢了。衣服拿来了吗？王婆不悦地瞥向畏畏缩缩的王柱，王柱赶紧双手递上一小块碎布：拿了。
那小畜生衣服都不洗，张家老三偷偷捡的。王婆没理会林大脚的粗鄙谩骂，枯瘦的手指捏起布料，压在盛满生米的粗丝碗下，惨白的纸面上赫然写着柳白二字。主子跪下。王婆点燃3炷清香，声音幽冷：你切记心诚则灵，先给人家磕头道个歉，免得折了自家阴德。视线拉回庄子，我推开房门来到院中，晨光熹微，一群少年正光着膀子在空地上挥汗如雨，目光扫过人群，我一眼便认出了几个异类。除了入门最早的六子，还有个瘦如竹竿的少年，那是黄梁镇胡家古宅大族出身的胡伟。他们双肩之上都隐隐透着常人看不见的热气，那是点燃了命火的标志。偌大个院子，也就他们2人成功了。当我顶着3火之境走过时，周遭少年们的眼中无不流露出艳羡与敬畏。六子草草打完几套拳，便迫不及待地凑了过来，胡伟也紧随其后。柳师弟，咱们都是跟着马师傅学本事的，我入门早老胡第2，以后咱就师兄弟相称了。我心思一转，当即双手抱拳，奶声奶气的作揖：见过大师兄、二师兄。这一声喊得2人眉开眼笑。寒暄过后，2位师兄各自掏出见面礼。六子家境贫寒，给了一枚手工打磨的野猪牙吊坠。胡伟不愧是大家族子弟，阔绰的塞给我一小块能助燃命火的虎骨。与此同时，地窖里马老爷正两眼放光的盯着抡作底残存的2滴貔貅血，啧啧称奇。好东西啊！这柳家到底什么来头？竟舍得用这等宝物给个奶娃娃点火？他还在地窖里感慨，我却早已溜进了他的卧房。桌面上一本泛黄的画册敞开着，显然是主人早上走得太急，没来得及收起。我想起马老爷之前神神秘秘说要加钱的术法，好奇心顿起，于是踮起脚尖凑近一看，我顿时满头黑线。原来这所谓要加钱的绝世秘籍，竟是一本春宫图。这为老不尊的老登，嘎吱，房门骤然推开，马老爷大步跨了进来。他先是扫了一眼桌上的画册，又看了看坐在椅子上满脸无辜的我，脸色瞬间变得无比精彩。他一言不发地走上前，像拎小鸡仔一样将我从椅子上拎起，脖子根都透着诡异的红晕。走，我现在就送你回家。马老爷大抵是真的臊得慌，从我爬上马车直到驶入老树林，他始终板着脸一言不发，赶车的动作火急火燎，活像是在甩什么烫手山芋。车轮滚滚，周遭的阴气渐渐重了。我惊喜地发现，相比前几日来时的颠簸，这次回去的路异常平稳，想来是因为我点燃了命火，灵性大增。那些游魂野鬼再也不敢像无头苍蝇一样往车厢上撞了。闲来无事，我打量起车厢内壁，发现一条裂缝里塞着染血的破棉絮。出于好奇，我伸手扯出了一丝，哎呦喂！一道极其沙哑凄厉的鬼气声猝不及防的在耳畔炸开，吓得我浑身一个激灵。我说柳公子，你就少扒拉2下行不行？我这破车本来就没几样好物件，再捣鼓全散架了。马老爷在外面气急败坏地吼道，我这才反应过来，这棉絮的用途，老脸一红，赶紧原封不动地塞了回去。您这车还怪神奇哩。马老爷没再搭腔，直到马车即将驶出林子，快到黄梁镇时，他才清了清嗓子，声音压得极低，透着掩饰不住的心虚。刘小子，我桌上那书里的东西你没看清吧？我无辜地眨了眨眼，大声回道，看清了，一男一女光着身子坐一块儿呢。你这混账小子！马老爷恼羞成怒，只是他们在干嘛呀？我故作天真的追问，马老爷明显松了口气，胡乱搪塞道，在练功。总之这事你知道就行，要是敢跟别人说半个字，说了会怎样？您要打我吗？我故意忽闪着大眼睛逗他。马老爷脑海中瞬间闪过柳娘子那深不可测的手段，生生打了个寒战。恰在此时，镇子口的牌坊遥遥在望，到了，你下车吧。马老爷如释重负的累挺马车，一把推开车门，迫不及待地将我丢了下去。咦，这离我家还有好大一截路呢。我还没站稳，马老爷已经火烧屁股般调转车头，扬起一溜烟尘，原路返回了，只留下一句干巴巴的，庄子里有事。看着如此不经斗的马老爷，我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紧了紧肩上的行囊，独自朝着镇子里走去。这个时辰，娘应该还在铺子里守着吧，还没到回家的点。我暗自思忖着，只是走着走着，四周的冷风却莫名冷了几分。我揉了揉发痒的鼻子，接连打了2个响亮的喷嚏。我吸了吸鼻子，暗自腹诽，铁定是马老三内厮在背后偷偷骂我。这缺德的老登，此刻估计正赶着那辆破马车，气急败坏地拍着大腿，嘀咕我这个小屁孩怎么会懂男女间那点破事儿吧。撑着灌铅般的双腿，我终于看到了自家铺子半掩的店门，心中紧绷的弦一松，一股前所未有的困意便如潮水般铺天盖地涌来。咋这么困？我记得昨晚明明睡足了的啊！眼皮仿佛挂了千斤坠，我强撑着身子跌跌撞撞的跨过门槛，还未看清屋内的陈设，便双腿一软，扑进了一个散发着熟悉桃花香的柔软怀抱。困意彻底剥夺了我的力气，我连头都抬不起来，只迷迷糊糊的嘟囔了一句：娘，我回来了。半梦半醒间，我感觉娘亲动作轻柔地卸下了我背上沉重的行囊，紧接着一只冰凉的手轻轻抚上我的头顶，隐约中似乎有什么如蛛网般黏腻的东西被他毫不费力地扯断碾碎。我不安地哼唧了一声，试图睁开眼。睡吧，娘在这儿呢，睡一觉就好了。娘亲轻轻拍打着我的后背，声音柔和的能滴出水来。可奇怪的是，被这般温柔的哄着，我却本能的打了个寒战。虽然闭着眼，
但我能清晰地感知到铺子里的气温骤降至冰点，连角落里那只被缝住嘴的小草扎纸都发出了惊恐的簌簌颤抖声。娘亲的身上正散发着一种令人窒息的死寂般的平静，那是一种哪怕涂尽满城生灵也掀不起波澜的极致冷酷。有人触碰了她的逆鳞，妄图对她斩去一境才换来的孩子痛下杀手。你在这看着，我出去一趟。娘亲毫无温度的语调仿佛还在耳畔，下一秒一阵天旋地转的失重感猛地袭来。等我再度费力的睁开眼时，周围的景象已不再是熟悉的铺子，阴风阵阵，八仙桌上摆着诡异的祭器。我惊愕地发现自己正被娘亲牵着手站在一间陌生的屋子里，而那个前不久才把我丢在镇子口的马老爷此刻竟也在这里。他满脸骇然，双腿一软，扑通一声重重跪倒在娘亲脚边。再往前看，地上赫然跪着瑟瑟发抖的王柱，以及满脸惊恐的王婆和林大脚夫妇。这里是王家屯。这么久了还没教过你什么道理，今天当娘的就教你一个斩草要除根。娘亲连看都没看马老爷一眼，只是温柔地低头看着我，声音却冷得掉渣。王柱显然没料到他心心念念的红烛美妇竟有如此恐怖的威压，连他最仰仗的老叔婆此刻都只配跪在地上发抖。你到底是谁？王婆牙齿打颤，声音嘶哑地挤出一句。娘亲充耳不闻，只是指着王柱，语气平淡的像是在聊家常。娘知道他怨恨你，只是他太弱到我连多看一眼的兴趣都没有。但我没想到那老太婆会用阴术暗算你。你既然决定对一个人动手，就绝不能留后患，不然最好别动手，记住了吗？残存的困意瞬间被刺骨的寒意驱散，我头皮发麻，用力点了点头，孩儿记住了。话音刚落，王柱的身影便如同一缕青烟，就在我眼前生生消散了。没有惨叫，没有挣扎，物理意义上的彻底抹杀。紧接着，娘亲的目光落在了林大脚夫妇身上。都是当爹娘的，我理解你们护子的心，所以你们肯定也能理解我，对吧？又是一阵死寂，林大脚夫妇甚至来不及发出半点声音，便步了儿子的后尘。最后，娘亲牵着我走到面如死灰的王婆面前。如果不斩草除根，打了小的来大的，打了大的来老的，会很烦。与其等他们一个个找上门，不如一次性解决。王婆竭力张开干瘪的嘴唇，似乎想求饶，可终究只化作了一缕尘埃。看着这一幕，我后背冷汗涔涔。若不是娘亲出手，我这莫名其妙的困倦，恐怕就是夭折的先兆，吃一堑长一智。这种残酷的生存法则，此刻深深烙印在了我的骨血里。现在娘教你第二个道理，春风吹又生。娘亲冷笑一声，素手猛地探向神龛上的香炉，竟凭空揪出一个燃烧着的香火小人。娘娘饶命，娘娘饶命啊！那小人发出与王婆如出一辙的凄厉惨叫，一旁的马老爷看得面无人色，显然连他都没看穿王婆这金蝉脱壳的底盘。娘亲看着我错愕的眼神，轻轻一捏，扑哧一声，香火小人化作齑粉。走阴人手段千万，稍有不慎便会留下祸患，所以哪怕亲眼看着对方死了，也绝不能大意。正当马老爷以为这场杀戮终于结束时，娘亲却缓缓转过身，视线扫向了死寂的王家屯外。第三个道理依旧是斩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此言一出，马老爷终于绷不住了，抖如筛糠的连连磕头。娘娘不可，这屯子里可是上百口人啊！娘亲缓缓低头，居高临下的俯视着他，眼神中不带一丝属于人类的情感。你在教我做事？只这一句，马老爷就像被掐住脖子的鸭子，将所有的恐惧和劝阻硬生生咽回了肚子里。为了别人搭上自己的老命，他可没这么伟大。那场单方面的抹杀究竟如何收场，我已记不清了。等我再度从铺子的木床上惊醒时，已是深夜。我索性披衣坐起，不过眨眼功夫，屋内那些猩红的蜡烛便悠悠燃起，一阵熟悉的阴冷气息从地下弥漫而出。娘亲来了，只是此刻的她并未披着那张完美的人皮。她静静地走到床边坐下，我们母子俩就着摇曳的红光默默对视。娘，咱们家有没有什么就是马老爷说的那种术？他说他教不了我，让我回来问你。有。我顿时眼前一亮，娘亲凝视着我，悠悠开口：那你知道术究竟是怎么来的吗？我皱起眉头陷入了沉思，我试探着开口：走阴人自己创造的。娘满意的颔首，她告诉我，所有的术都是走阴人量身定制的，只有自己创造的才最契合自身。我垂下眼帘，故作委屈的嘟囔：可孩儿连什么是术都不知道。娘这次出奇的耐心，轻声解释，三火之境只是对命火的简单运用。她让我点燃命火，然后竟徒手附在我的无形火焰上。噼啪声中，她神色如常，反倒是一旁偷听的小草吓得连滚带爬钻进了地下。温度勉强够了。她握住我的手，引向那团火焰。想象你再握一团沙子，慢慢抽出来。我依言照做，抽出的左手上竟真的附着一层跳跃的火苗。然而心念微乱，火苗瞬间熄灭。娘嗤笑一声，眼中满是不屑。这便是外头那些走阴人必轴自珍的术，随便取个烈焰长的噱头便当成宝贝。其实只要念对口诀，命火烧上一天也不上底子。我望着他离去的背影，娘，你原本也是走阴人对不对？他脚步未停，只留下一句冷冰冰的反问：跟你有什么关系？接下来的10几天，我被禁足在家，整日与命火死磕。起初2日过度消耗，让我腰酸背痛，好在娘每天塞给我一颗白色银珠，那点损耗便不值一提了。甚至我还真琢磨出了些门道。
站在院子里头，闻着这满园残花香，同时右肩命火悠悠燃起，随着我缓缓迈步，点点火星如影随形的坠落，在身后铺开一条火路。我满意的看着自己的杰作，暗自窃喜，有了这招，至少不怕邪祟从背后捅刀子了。正准备试验下一招，一股极寒的阴气猛然逼近，娘不知何时出现在我身后，还未开口，便听她声音凝重：“你黄姨出事了。”黄姨脑海中闪过那个温婉可人、曾哺育过我的黄依依，我急忙追问：“她怎么了？”她撞了邪，灵性太高变鬼了，而且是冲我来的。一会儿马老三来接你，别乱跑。说罢，他径直沉入地底，再无声息。我深知事情严重，迅速打包了行囊，贴身藏好阴珠、野猪牙和虎骨。不过盏茶功夫，门外便传来急促的勒马声。哎呦喂，我的小公子，为了接你，我这老马都快跑折了。马老爷咋咋呼呼的声音传来，我跃上马车。马老爷抽动鼻子，嗅到了我身上残存的命火气息，忍不住咂嘴感叹：大户人家。马车疾驰在山道上，远离了铺子。马老爷的八卦之魂又燃烧起来，开始絮叨我的身世，猜测我是不是落魄少爷。我翻了个白眼，毫不客气的回怼：你多看点画本，少操闲心。马老爷被噎得半晌没说话，最后只能悻悻地暗骂自己多嘴。谁知就在这时，马车后方突然飘来一阵幽怨的呼唤：小白小白，你害得我好苦啊。那声音极细，伴随着指甲刮擦车厢的刺耳声，听得人寒毛倒竖。更让我如坠冰窟的是，这声音竟是黄依依。别回头，小子！马老爷一声暴喝，瞬间劈碎了我的惊慌。我猛地想起美人蛇的传说，回头即灭命火。娘的个瓜娃子，连我马老三的道也敢劫！马老爷怒骂着，鞭子甩得震天响。紧接着，车厢前头涌进一股灼热的气浪，它点燃了命火。千钧一发之际，我也不敢怠慢，左肩无形火焰瞬间升腾，心念电转间，我毫不犹豫地催动了刚悟出的怒火，星星点点的火苗顺着车窗缝隙飘散出去，精准地落在那股阴气上。呀！凄厉绝伦的惨叫瞬间撕裂夜风，紧接着砰的一声闷响，有什么东西从车厢外壁重重跌落，那股如复古之居的幽冷感也随之烟消云散。前头马老爷猛地推开车门，一双虎目瞪得滚圆。娘的，刚才是你小子动的手！我面不改色的熄灭肩头的命火，淡淡吐出2个字：不是。马老爷盯着我波澜不惊的脸，嘴角抽了抽，终究还是竖起大拇指嘟囔了一句：不愧是大户人家。他虽然看不懂我用的什么术，但能直接袭击车厢后的鬼屋，这手段绝对不凡。击退了那东西，接下来的路顺畅许多。马老爷被这一遭吓得不轻，时不时就点燃命火震慑四周，活脱脱把我当成了易碎的活祖宗。毕竟这车里坐着的可是他自己的命。有惊无险的回到山岗上的马家庄子，下了车，我瞥了一眼车厢后头，连接后窗的位置赫然多了10几道深可见目的指甲抓痕，切口极新，显然是那不知名的鬼屋留下的。刚进庄子，马老爷便迫不及待地指着隔壁新盖的2间屋子：你以后就住那儿，跟六子他们挤挤。我挑了挑眉，走之前那里分明还是一片废墟，才10几天就凭空盖起了新房，这连夜赶工的架势。察觉到我探究的视线，马老爷心虚地瞪起眼睛，满含警告。我心下明了，这老家伙是怕我跟他同住，又撞破他屋里什么见不得人的秘密。小师弟，快来，这新屋子敞亮着呢。六子满脸堆笑地迎了出来，院子里打奥力气的少年们纷纷停下动作，神色复杂地盯着我。这几天庄子里关于我的离谱传言满天飞，有说我逼走了王柱，甚至有说王家屯子的惨案是我一手炮制的。我懒得理会这些，只敢在院子里嚼舌根的家伙径直跟进了新屋，依旧是大通铺，但陈设全是崭新的。角落里那套明显小1号的被褥显然是为我量身定制的。胡伟正坐在茶桌旁翻书，见我进屋，难得扯出一丝笑意：这可是你大师兄早早去镇上备好的，就盼着你回来。六子被当面点破心思，尴尬地挠了挠头。我听得出胡伟话里的敲打，也看得出六子笨拙的讨好。这些走阴人学徒在见识了娘的手段后，对我自然是百般巴结，但我无心应付这些奉承。到了生谢，便坐到床边，四周安静下来。我的思绪不可遏制地飘向娘临走前的话：黄依依撞邪化鬼，娘却笃定是冲她来的。这诡异的行径，简直和上次那只剥皮鬼如出一辙。所以这是背后那双黑手的第2次试探。娘此番离去，究竟是去救人，还是去会那个幕后黑手？不管怎样，连他都必须把我连夜送到马家庄子避风头，可见此行必定凶险万分。偏偏到了傍晚，马老爷被黄皮子领的人火急火燎地叫走了，说是黄大仙拦路害了人。马老爷这一走，庄子里最大的倚仗便没了。深夜，我正裹在新被褥里睡得迷糊，猛然间一股刺骨的阴冷如毒蛇般钻入被窝，瞬间激得我浑身汗毛倒竖。我猛地翻身坐起，同一时间，六子和胡伟也如弹簧般弹了起来，手脚麻利地往脚上套鞋。有鬼进庄子了！六子声音微颤，动作却丝毫不见迟缓。几个月才遇到一次的鬼闯庄子，竟然偏偏在马老爷不在的今晚发生了。我顾不上多问，迅速穿好鞋冲出屋外。云层遮蔽了弯月，整个庄子仿佛被浸泡在浓稠的墨汁里。对面大通铺的门被撞开，10几个少年连滚带爬地逃出来，如同惊弓之鸟，
是山鬼，我看见他的脸了。葛老黑被抓走了，那鬼从窗户伸进手，一把就把他拽出去了。恐惧的哭喊声此起彼伏，胡伟脸色铁青，果断开口：你们守在这儿，我去追。话音未落，他双肩猛地腾起两盏阳刚，炽烈的命火纵身一跃，如大鸟般翻过院墙，消失在黑暗中。把人都护住！六子大喝一声，左肩也燃起一团幽蓝的命火，将那些瑟瑟发抖的少年驱赶到中间。看着六子如临大敌的模样，那些原本听信谣言的少年，此刻更是惭愧的抬不起头。我站在边缘，不动声色地调动着体内的气息。这10几天，娘喂的阴珠没白吃，气血和灵性突飞猛进，距离点燃第二盏命火也只差临门一脚。就在众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逃跑的山鬼身上时，我的心头却毫无征兆地狂跳起来。不对劲儿，我微微眯起眼睛，视线冷冷地扫过四周，化不开的浓雾，那股如影随形的阴冷感并没有因为山鬼的离去而消散，反而正以一种极度压抑的姿态，悄无声息地在附近盘旋。前进庄子的邪祟绝不止那一个。我的目光扫过一个矮墩墩的少年，正欲移开，却猛地顿住。那少年被我盯得浑身发毛，结巴着后退。怎么了？我没有作声，左手食指与中指并拢成剑指，自丹田猛提一口，真气至胸口，张嘴呼地吐出。黑暗中一枚燃烧的幽蓝火箭骤然从我口中射出，吃！火箭擦着少年的头皮，没入夜空。少年还未回过神，一团腥臭乌黑的乱发竟突兀地从他脑后攀爬而出。那东西活像一只巨大的黑蜘蛛，瞬间死死缠住他的五官，疯狂地顺着鼻孔、耳洞往里钻。少年吓得瘫倒在地，双手发疯般撕扯着头发，喉咙里发出痛苦的干呕。周围的少年吓得四散奔逃，有人惊恐尖叫：婆女发！竟然还有婆女发！六子见状，脸色大变，急忙提气，却偏偏在关键时刻掉了链子，几番尝试都憋不出半点火星。千钧一发之际，我几步冲到那少年跟前，左手在右肩猛地一捋，双手豁然张开，轰的一声，两团灼热的命火在掌心燃起。我心下一横，双手如铁钳般死死攥住那团蠕动的恶心黑发。婆女发被命火一烫，顿时爆发出密密麻麻的凄厉尖叫，疯狂挣扎。我咬紧牙关，死不松手，任凭命火将其寸寸灼烧。与此同时，六子终于提气成功，张口喷出一股命火，直冲我双手间的婆女发。两股命火交汇，那邪物连挣扎的余地都没有，瞬间化为一滩灰烬，只留下一枚纯白的阴珠骨碌碌落地。我捡起阴珠，不动声色地抛给了对面的六子。与此同时，远在黄皮子岭的幽深山道上，一只独眼黄鼠狼像人一样后腿直立，两只前爪合拢作揖，拦住了一个大口抽着旱烟的老汉。马老爷，你看我像黄鼠狼，还是像人，还是像神？马老爷双眼一瞪，双肩与头顶的命火砰的暴涨，周身泛起盈盈白光。老子管你像什么鬼东西，敢在我的地盘拦路，活腻了！黄大仙见讨风不成，无奈叹气：马老爷未免太霸道了些。马老爷拿下烟枪，搓了搓手，冷哼一声：少废话，老黄皮子，你平日里没少受供奉，如今拼着损耗道行跑出来讨风口，到底出了什么事？黄大仙压低了声音，独眼里透着浓浓的惊恐：熊瞎子岭的那头熊瞎子已经连夜跑路了，那里面出事了。马老爷手一抖，猛地倒吸一口凉气，一人一岁都清楚，那里面指的正是大凶之地阴脉。难道是那条老辈成了正儿八经的鬼物，出来个带鬼影的凶物？黄大仙连连摇头：马老三，咱们好歹做了几十年邻居，听我一句劝，那东西一旦破关，整个黄梁镇都得完蛋，能走还是早点走吧。说罢，独眼黄鼠狼四脚着地，仓皇窜入老林子，消失不见，只留马老爷捏着烟枪在冷风中僵立良久。追不上，山鬼进了老林子，连个味儿都没留下。胡伟喘着粗气跃回院内，满脸懊恼。六子递了杯水，叹了口气：山精邪祟，最是狡猾，葛老黑怕是已经遭了毒手。看着惊魂未定的少年们，六子隐去了我送他阴珠的细节，将刚才我如何独自制服婆女发的事儿夸大其词的说了一遍。胡伟听完，看向我的眼神多了几分难掩的震惊。这一夜我们三人轮流点火震慑，谁也没敢合眼。直到翌日清晨，大日东升，阳气驱散了阴霾，庄子外游弋的孤魂野鬼才彻底退回林中。偏偏在这时，马老爷回来了，他眼球布满血丝，头发凌乱如鸡窝，整个人仿佛被抽干了精气，沧桑的吓人。他只扫了一眼满院的少年，便哑着嗓子开口：都去收拾东西，一会儿我亲自把你们送回各自的村子。此言一出，全场哗然。不顾众人的惊愕，马老爷转身走向正屋，临近门前，他突然回头死死盯住我：柳白，你进来。我心头一跳，跟了进去。刚一关上房门，那股熟悉的骚臭味便扑面而来。马老爷跌坐在床沿，连最心爱的旱烟都不抽了，一把抓住我的肩膀，声音发急：你娘到底去哪儿了？她现在能回来吗？我被他抓得生疼，犹豫了一下道：黄姨变成了鬼，我娘应该是去寻救她的法子了。人都变鬼了，还能救回来？我尴尬的摇摇头，表示不知。
这番刺激倒让他稍微回了点神，他哆嗦着手往烟枪里塞烟丝，我忍不住问：马老爷，到底出什么大事了？啪的一声，他借着指尖的火星点燃烟叶，狠狠吸了一口，吐出浓重的烟雾。阴霾那边出了个吉凶的邪祟，不出意外的话，咱们整个黄梁镇都要保不住了。我脑子里嗡的一声，镇子要没了，娘偏偏在这时候离开了。那一刻，前所未有的恐慌攥住了我的心脏。如果娘在，天塌下来我都不怕。可现在，那我娘……别慌，真到了那一步，你娘那种级别的高手不可能察觉不到。在这之前，你必须寸步不离地跟着我。马老爷显然是怕我出事，他无法向我娘交代。于是，接下来的整整一天，我都坐在颠簸的马车上，看着马老爷将那些惊慌的少年一个个送回村子。途中，老马累得直吐白沫，马老爷便神秘兮兮地掏出一把用尿泡过的黄豆喂给他。老马吞下那把骚气冲天的黄豆，竟真如打了鸡血般健步如飞。颠簸了一整天，我感觉浑身的骨头架子都要散了。直到最后一趟将刘家庄的少年安全送达，苍茫暮色中，整个马家庄子便只剩下我和马老爷两人。马老爷，镇子里人气旺，阳气重，鬼物怎么也少些，咱们为何非要死守这荒郊野岭？我揉着酸痛的肩膀，实在没忍住心头的疑惑。马老爷磕了磕旱烟袋，吐出一口浓白的烟圈，眼神透着几分深邃。这是老马家的祖地，在这块地界上，我的本事能凭空拔高3成。走，随我下地窖，今晚来一个杀一个，来一双宰一对儿。跟在他身后，我暗自盘算起自己的底牌。今天一整天，我可没闲着，借机偷偷吃了2枚婆女发留下的白色阴珠。此刻，体内原本5.8的气血已然翻腾突破到了6.0，灵性也达到了4.9，只等熬过今晚，凌晨加个点，便能彻底圆满。马老爷，若我要点第2把火，还得像上次那样遭遇变罪吗？不用，引子早替你种下了，等你气血和灵性一到，自然能点燃。马老爷话音未落，猛地停住脚步，转身一把捏住我的后脑勺，他像是摸到了什么不可思议的怪物，手指猛地一哆嗦，啧啧啧地摇了摇头。眼看地窖那扇厚重的木门近在咫尺，身后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呼唤：公子，公子，你快等等我呀！我头皮一炸，脊背瞬间冒出冷汗。这邪祟竟敢白日化形，还知道伪装成小草的声音。正要提气，马老爷却头也不回地抽着烟，淡淡道：慌什么？是你娘养的那只异鬼。我紧绷的神经骤然松懈，还没来得及回头，肩头便猛地一沉。我讶异地侧过脸，咦，小草，你不怕我身上的火了？先前他见我简直像老鼠见了猫，如今却稳稳地盘腿坐在我肩上，双手叉腰，神气活现地扬起小脑袋。小草现在换了新身子，才不怕呢。还有你，马老三，我也不怕你了。见他这副趾高气扬的傲娇模样，我忍不住失笑。怎么突然就不怕了？对了，我娘呢？小草连忙捂住嘴，凑到我耳边压低声音，语气中透着安抚。娘娘让小草转告公子，事情他都知晓，让您别担心，万事有他。听闻此言，我仿佛吃下了一颗定心丸，只要有娘在，天塌下来我都不怕。一旁的马老爷更是如释重负地长出一口气，有柳娘子这句话，他这条老命算是稳了。马老三，你偷听我家公子讲话，真不要脸！小草毫不客气地用2根短短的手指刮着自己的脸皮羞辱他。马老爷老脸一黑，却硬是没敢发作。这小祖宗若是跑去柳娘子跟前告上一状，吃亏的只能是他自己。顺着石阶下到地窖，依旧是先前点火时的光景，地面放着蠕动的蒲团，四周墙壁上挂满了泛着阴气的老物件。小草从我肩头一跃而下，哒哒哒跑到墙边，小手一伸，精准地指向最高处的一把生锈单手锯。马老三，我家公子都算你半个徒弟了，你连个见面礼都不给，赶紧把那个拿下来送给我家公子，不然小草可要告诉娘娘去。他将所有的重量压在右脚上，左脚轻轻跺着，一副刁蛮护主的模样。马老爷脸色瞬间垮塌，比吃了黄连还苦，那可是他压箱底的宝贝。早知道这异鬼眼光如此毒辣，他宁可提前带着我跑路。给，我现在就给。在柳娘子的淫威下，马老爷心如刀绞地取下生锈的锯子，万分不舍地摩挲了好几遍，才咬着后槽牙递给我。小子，这可是老马家传了几百年的老物件，千万得爱惜，知道不？我有些茫然地接过这把破锯子，这东西怎么用？老物件年头越久，品质越好，能承载命火的次数也就越多。马老爷闷声解释，原来是用来承载命火的武器。我心念一动，体内的真气瞬间沸腾，根本不需要将锯子贴上肩头借火。我左手一捏剑诀，直接催动命火，隔空灌入锯身。轰！生锈的锯齿上瞬间腾起炽烈幽蓝的火焰，在昏暗的地窖中发出令人心悸的噼啪爆响。马老爷在一旁看的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他怎么也想不明白，一个只点了一盏火的新手，怎么可能把命火隔空操纵的如此炉火纯青。感受着手里这把燃烧的火炬，我只觉得浑身血液都在兴奋的叫嚣。要是再遇上婆女发那种恶心玩意儿，直接一锯子下去把脑袋卸了，简直残暴到了极点。偏偏我喜欢的紧，败家子，快灭了！马老爷心疼的直拍大腿。这老物件搭火是有次数的，用一次少一次，你这就给白白浪费了。
我嘿嘿一笑，连忙熄了火将其收好。就在这时，坐在我肩头的小草忽然身子一僵，声音冷了下来。有东西进来了！千钧一发之际，一股极度阴冷的气息顺着通风口疯狂涌入，隐约还伴随着蛇类吐信的嘶嘶声。马老爷毫不意外地坐回蒲团冷笑：老巫兽，既然来串门，就别搁那儿阴阳怪气。邪祟暴动归暴动，你在我眼里依旧是一脚就能踩死的长虫。头顶那声尖锐的嗤笑猛地一滞，随后那股阴冷的气息极度不甘地退了出去。然而这仅仅只是个开始，下一秒，四面八方的阴气如决堤的洪水般朝马家庄子汇聚，密密麻麻的脚步声在头顶的院子里杂乱无章地响起，伴随着指甲刮擦墙壁的耸人声响。成群的邪祟已经将这里彻底包围，我紧紧握住手里的锯子，心跳如鼓。小草死死拽住我的耳朵，连声安慰：公子别怕，有小草呢。马老爷，咱们这儿都凶险成这样，那镇子里的百姓岂不是全完了？马老爷神色凝重地摇摇头：那些村镇祠堂多，历代老鬼们凑在一起，阳气旺盛，山精邪祟最是狡诈惜命，谁也不愿上去送死，所以面对村镇，他们顶多只敢围，不敢攻。话音未落，头顶的密集的脚步声已然逼近了地窖的楼梯口。就在这时，马老爷猛地从蒲团上站起，大步走到楼梯口。我以为他要施展什么绝世道法，谁知他竟一把解开了裤腰带。伴随着一阵淅淅沥沥的水声，马老爷极其嚣张的嘿嘿一笑：来来来，都给爷爷尝尝这60年童子尿的滋味。滋啦，尿液接触到阴气的瞬间，竟爆发出滚油遇水的剧烈声响。头顶那些疯狂逼近的阴气，仿佛见到了什么最为恐怖的克星，尖叫着如潮水般溃散。危机暂时解除，但整个地窖瞬间被一股令人作呕的极致骚臭味填满。小草没有鼻子，却也嫌恶地捂住嘴巴，缩到我脑后。你们走阴人真恶心，熏死小草了。当然公子除外，公子最香了。我强忍着胃里翻江倒海的酸水，此刻终于顿悟，马老爷那间充满骚臭味的卧室，原来全是这生化武器的功劳。亏我还在里面睡了好几天，想想都觉得崩溃反胃。马老爷提上裤子，得意洋洋地转过身：小子，见识到了吧？这童子之身用处大着呢。我紧闭嘴巴，生怕一开口就吐出来。然而这份得意并未维持太久，过了半晌，头顶那些被童子尿惊退的脚步声竟又淅淅沥沥地绕了回来，只是这一次他们变得更加谨慎，也透着令人绝望的死寂。地窖里死一般的寂静，我们屏住呼吸，生怕弄出半点声响。可就在这时，咔嚓一声脆响，临着我的土墙竟被一双漆黑的倒刺大钳生生捅穿。紧接着，一只脸盆大小、浑身长满硬甲的硕大甲壳虫硬挤了进来。尿骚的味道可真不错！这畜生两根触须狂乱挥舞，口中竟吐出令人毛骨悚然的人言。我惊出一身冷汗，想都没想，猛地抽出刚拿到手的老物件锯子，体内气血翻涌，幽蓝的命火瞬间灌注巨身。给小爷死！我咬紧牙关，双手握住火炬，冲着他的脑袋狠狠划了下去。只听扑哧一声闷响，这鬼东西甚至没来得及惨叫，硕大的脑袋便被齐齐锯断。然而没过多久，那些令人作呕的秽物竟诡异的迅速收拢，化作了一颗龙眼大小的白色阴珠。这到底是什么变态玩意儿？我强忍着胃里的翻江倒海，转头看向马老爷。马叉虫，这东西最恶心了。躲在我肩头的小草嫌恶地捂住眼睛。马老爷挤了挤满是褶子的老眼，笑容里透着几分贱嗖嗖的猥琐。所以在老树林子里能憋着就千万别解手，要是被这玩意儿夹上一下，你小子那传宗接代的宝贝可就彻底没了。此后的后半夜，竟奇迹般的再无邪祟找上门。我暗自心惊，看来马老爷手里绝对还捏着别的底牌，否则怎敢单枪匹马死守这荒庄？确认安全后，我也不敢贸然尝试点火，生怕异象招来祸端。闲来无事，我便问出了盘旋在心底的疑惑：马老爷，其实在你那儿打拳根本就点不着火，对吧？马老爷磕了磕烟枪，毫不在意的冷哼一声：点个屁，哪有那么简单？顶多就是让他们强身健体，将来碰见邪祟能跑得快些罢了。那六子呢？我追问。六子家境平平，绝不可能有阴珠这种稀罕物。马老爷咧嘴嘿嘿一笑，眼里闪过一丝狡黠。若没个成功点火的活招牌，镇上那些人家怎么肯把孩子乖乖送来？六子，那是我暗地里为了他阴珠硬生生提拔上来的。原来如此，我心下微沉。在这世道，普通人想出头简直比登天还难。那咱们接下来怎么办？难道就在这儿干等？我打破了沉默。小草探出脑袋提议：公子，我们可以回家去等呀。马老爷却眯起双眼，目光深邃地看向通气孔外的夜空。不必，血石城那边肯定会有大动作。等天一亮，咱们去老村夫那里探探口风。老村夫？黄梁镇的镇长赵九。好不容易熬到破晓，我与马老爷推开地窖的门，刺眼的晨光晃得我有些睁不开眼。当看到马老爷不知从哪儿牵出那匹皮包骨的老马时，我瞳孔微微一缩。昨夜那般凶险，这寻常的畜生居然毫发无损。这老家伙身上到底还藏着多少秘密？我咽下疑惑，没敢多问。等等，上车前我突然停下脚步。又怎么了？
马老爷不耐烦的回头，我深吸一口清冷的尘风，心念一动，暗自引导体内早已充盈的气血与灵性猛地冲撞。只听砰的一声极其细微的闷响，我左右双肩同时腾起2团幽蓝的无形火焰。第二把火成了，我左右偏头确认了一番，便迅速收敛气息，将命火熄灭，利落的跳上马车。好了，走吧。不是你，这就……马老爷像看怪物一样死死盯着我，眼珠子都快掉下来了。他张着嘴，半天没挤出一个字儿，最后颓然的摆摆手，没事了，走吧。许是被我这吃饭喝水般随意的突破速度打击得体无完肤。接下来这一路，马老爷阴沉着脸，硬是半个字儿都没再说。老马跑得飞快，直到驶入黄梁镇的街道才放缓脚步。车刚停稳，惊魂未定的百姓们便如潮水般涌了上来。马老爷，昨晚到底怎么回事？老树林里的邪祟全疯了，小河村的围子破了，5、6个祠堂的仙人合力都没扛住那群发疯的畜生，上下100多口人，活下来的不到1手之数。我听得心头巨震，寒意直冲，天灵盖。马老爷自己昨晚都是靠着童子尿才勉强躲过一劫，自然说不出个所以然，只能黑着脸呵斥众人让开，赶着马车直奔镇中央。马车最终停在一栋气派的青瓦房前，一个体态敦实、略显木讷的青年将我们迎入大院。院内4角摆放着鸟木虫鱼4尊石雕，隐隐透着风水阵法的肃杀之气。刚进前厅，一位头发花白、双眼布满血丝的瘦高男子便疾步迎了出来，声音嘶哑：“老马哥，你可算来了。你要是再不出现，老弟我都要派人去寻你了。”见回到了安全地带，马老爷那股子天不怕地不怕的嚣张劲儿又附了体。他吧嗒抽了口旱烟，瞪着眼睛嗤笑：“你这老村夫，屁大点事，把你吓成这副熊样！”真不是啊，老马哥，昨晚要不是提前给土地爷烧足了香，又许诺补上2场道士求全力庇佑，咱们黄梁镇早步了小河村的后尘了。马老爷这才收敛了笑意：“这么凶，我以为就我那庄子被踏平了。”谁说不是呢？我已经差人去请一笑道长了，城里那边也一早派了人去通报。他稍稍松了口气，余光这才落在我身上，神色一愣：“咦，这是谁家的俊俏后生？”马老爷嘴角几乎咧到了耳根，脸上褶子都笑开了花，仿佛在介绍自己亲孙子。镇上开香烛铺柳娘子的儿子，现在跟着我学点本事，还凑合。小小年纪已经点了火，我的个乖乖，这等年纪点火，就算放在血石城也是不多见啊！老马哥，还是您教导有方。听着内行人的吹捧，马老爷爽得连骨头都轻了2两，完全不在乎我究竟是不是他教出来的。我懒得拆穿他，索性装作乖巧的孩童，坐在一旁默默喝水，竖起耳朵打听这世道的底细。就在这时，一个短衫汉子满头大汗的冲了进来，气喘吁吁：“镇长，马老爷到一笑道长了没？他昨晚怎么没回枯月山？”赵九急切地问。汉子表情有些尴尬，支支吾吾道：“昨晚道长在林寡妇家过的夜。”此话一出，屋内的气氛瞬间诡异。赵九老脸一黑，颓然坐回太师椅。马老爷则端起茶杯，啧啧摇头，眼神透着几分男人都懂的促狭。门外很快传来一阵骂骂咧咧的嘟囔声：“这种要命的事，不去城里求那几家，非来折腾贫道，找贫道顶个屁用啊！”我转头望去，只见一个穿着极其蓝袄的中年老道大步迈过门槛，他没戴道冠，锃亮的秃顶在晨光下熠熠生辉，实在让人过目难忘。一笑道：“长进门后，先是敷衍的朝马老爷和赵九打了个道门击手，目光扫过我时，那双浑浊的眼睛却骤然一亮，竟郑重其事的冲我也打了个击手。这位小兄弟好本事！”我一时摸不清这秃顶老道的底细，只得从椅子上跳了下来。道长好！一笑道长顺势在我身旁坐下，指节轻轻叩击着桌面，神色淡然。阴脉那边出了个狠角色，看守的人死伤大半，可城里那几家全指望着这阴脉过活，绝不可能轻易撒手。咱们在这儿安心等着便是。你们无非是怕那几个老祖不肯出山，贫道敢打包票，他们不仅会来，而且来的还不止一个。这番轻描淡写的话，瞬间让赵九长舒了一口气。至于马老爷，他正悠哉悠哉的抽着旱烟，毕竟有我娘在背后镇着，这天下还能有比这更大的靠山，这也是他走哪儿都死皮赖脸带着我的原因。赵九眼珠子滴溜溜一转，凑上前堆起笑脸：“老马哥，道长，既然血石城的人最快明早才到，不如2位今晚就在镇上歇个脚。”不等两人推辞，他便看向一笑道长，压低了声音：“听说镇西头卖豆腐的刘娘子，她汉子在外头撞了邪，刚咽了气，孤儿寡母的，正需要道长上门做个法事，好好安抚安抚。”一笑道长原本惺忪的睡眼猛然间亮了起来，可紧接着又装模作样的扶了扶老腰，面露难色：“昨晚林寡妇突发恶疾，贫道悉心照料了一宿，今日又要去刘娘子那儿，也罢，贫道最见不得人间疾苦。二位，贫道先行一步。”话音未落，他已一溜烟没影了，那脚底抹油的速度怎么看都透着股迫不及待的急切。搞定了一个赵九，又将目光转向马老爷，笑得像只老狐狸：“老马哥，听说咱镇上最近出了不少稀罕事，特别是胡家那大宅门里乱得简直没眼看啊！”马老爷夹着烟枪的手猛地一顿，浑浊的老眼瞬间冒出金光，连佝偻的腰杆都挺直了。
我冷眼旁观，心里暗自啧舌，一笑道：“长好色。”他便抛出刘娘子，马老爷是八卦，他就故意卖胡家的关子。这赵九能当上镇长，套路确实深不可测。察觉到马老爷火热的目光，我顺水推舟的扯了扯他的衣袖。我想回家了。比起那荒郊野岭、鬼影重重的马家庄子，我宁愿待在镇上。马老爷一听，猛地一拍大腿，顺坡下驴。本想连夜赶回庄子的，可我这宝贝徒弟认床，偏要回家。没办法，只能在镇长这儿多叨扰一晚了。成功留住2尊大佛，赵九笑的脸上的褶子都挤在了一起。不麻烦，绝对不麻烦。夜色渐深，马老爷亲自将我送回家，千叮咛万嘱咐，让我别乱跑，承诺晚点回来门口守着，这才急匆匆的去听他的八卦了。屋内昏暗，只有小草叽叽喳喳的在桌上念叨着，我却觉得百无聊赖，视线不自觉地落向了床尾。在外人眼里，那只是一块普通的青砖地，可我却清楚，那下面藏着一间与地上截然不同的暗室。以前有娘在，我连靠近都不敢，可现在她不在，一股莫名的冲动涌上心头，我径直起身走向床尾。公子，你要干嘛去？小草吓得连连惊呼，我停下脚步回头反问：“这是我家，我随便逛逛怎么啦？”趁他还没回过神，我已经掀开暗门，顺着阶梯走进了地底。暗室里的布置与上面如出一辙，四周点着几根森白的蜡烛，火苗悠悠跳动，仿佛永远燃不尽，将地底映衬得越发阴冷森然。对角处的血池已经干涸，散发着淡淡的腥气。我的目光最终锁定在角落的木质衣橱上，深吸一口气，我猛地拉开橱门，跟在身后的小草倒吸一口凉气，死死捂住了嘴。而我只看了一眼，便惊出了一身冷汗，踉跄着后退了数步。衣橱里挂着的根本不是衣服，竟然是2具完整的皮囊。就在我推开门的瞬间，那2具轻飘飘的皮囊竟然齐刷刷地睁开了眼睛。死寂的地下室里，我死盯着那2具皮囊，心跳如擂鼓。众所周知，皮囊未被穿上之前，面容是模糊不清的，我只能凭着衣着勉强分辨左边那具穿着淡粉色松腰曳地褶花裙，透着一股年轻活泼的气息，仿佛一朵娇嫩的桃花。右边那具则是一袭大红束腰锦绣裙，成熟而妖娆。这2身行头，我从未见娘穿过。你来找我做什么？红裙皮囊突然开口，眼神冷厉，可那声音却透着一丝诡异的妩媚。我强压下心头的恐惧脑筋，飞转眼眶，瞬间红了，怯生生的低声说：“我想娘亲了，所以才下来看看。”那你乱翻我的衣橱作甚？我吸了吸鼻子，双手不安地搅着衣角。我太想念娘亲身上的味道了，就想找一件娘亲穿过的衣服闻闻。粉裙皮囊闻言，那模糊的眉眼微微蹙起目光，瞬间柔和下来，透着化不开的心疼。可红裙皮囊显然没那么好糊弄，他冷嗤一声：“男子汉大丈夫，整天哭哭啼啼，小娘算什么本事？”我悄悄抬起眼眸，像是受了天大的委屈，奶声奶气的反驳：“娘，可我连1岁都没满呀！”红裙皮囊顿时被噎住。是啊，一个未满周岁的婴儿黏着娘亲不是天经地义吗？他憋了半天才硬邦邦的吐出一句：“小小年纪心思就这么重，哪里像个正常孩子？”听到这话，我反倒收起了伪装的怯懦，我挺直腰板，直视着那张红裙皮囊的双眼，语气稚嫩，却透着不容置疑的骄傲：“我是娘的孩子，怎么可能是普通人？”红裙皮囊冷哼一声，傲娇的别过脸去，可我却敏锐的捕捉到他那眉眼间藏不住的飞扬与得意。就在这时，粉裙皮囊终于动了，他缓缓抬起轻飘飘的手臂，冲我温柔的招了招，声音里带着难以掩饰的期盼：“来，小白到娘这儿来。”原来这2具皮囊竟然都是我的娘亲，我没有犹豫，乖巧的跑上前，扑进那件粉裙的怀里。她伸手轻轻抚摸着我的后脑勺，动作轻柔的不可思议。我靠在那儿没有温度的皮囊上，竟感受到了一种奇异的安心，眼皮越来越沉，渐渐熟睡过去。